他广发结婚请柬那晚，我却沉尸于荒野。他请柬上的婚妻，正是我的头妻。我的亡魂飘在他奢华的婚宴上，看他笑靥如花。殊不知那个许他一生的人，正是夺我性命之人。此时，许清月正忙着往外发结婚请柬，她穿着昂贵的礼服，行为举止十分落落大方。身旁的准新郎林夕贴心地为她挽起鬓间的碎发，眼里是化不开的爱意。晚宴中宾客众多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林夕环顾四周，似是不在意地问了句：“你没通知你几个好闺蜜吗？平常不总是形影不离，这么重要的日子都不来，你们闹矛盾了吗？”说完，似笑非笑补了一句：“总不会是对我有意见吧？”许清月脸色微沉，却还是撑起笑脸：“我再问问。”电话一个个打过去，不是在忙就是占线。林夕脸上的笑容也渐渐落了回去。那几个人一向排外，但很讲义气。这样重要的日子，他原以为再怎么说，做个面子功夫也要的。毕竟许清月是他们10几年的好友，而我光明正大的站在许清月身边。可惜这一次所有人都看不见我。我抬头望向舞台，只看得见一对璧人式的身影，那是许清月和林夕。林夕玩味的拿出手机，屏幕停留在和我的聊天界面上。南仓，10年又怎么样？老子想要的女人还从来没有失手过的。7天后就是我和清月的婚礼，你有本事来吗？我连起眸子，我有本事来，他却没本事见了，因为我死了。宴会结束，林夕和许清月一路恩爱到车上，翻进后座，司机见怪不怪地升起挡板，启动车子。林夕把脸凑到许清月面前，许清月娇笑着别开脸，在男人的脸上啄了一口，男人声音放软，显得乖巧可爱。孩子气道：“不许嫌弃我。”许清月失笑，揪着林夕的领口，将自己的唇瓣送到他的唇边，随后便是绵长又窒息的吻。我忽然感觉空气闷得不像话，于是飘到了车外，看着他们暧昧拉扯，搞得我浑身鸡皮疙瘩。等我回过神来时，他们已经抵达了目的地。走进别墅，我便跟了上去。许清月进门后，随意地将高跟鞋甩在鞋柜前，然后给自己倒了杯热水。林夕紧随其后，环住了她纤细的腰肢。许清月转身，露出先前因为燥热的天气扯低的裙子，大片的春光展现在男人面前。怕什么？许清月紧紧贴着他，任由林夕摸着她的脸颊。怕你不要我，怕我不能好好拥有你。许清月不加思索：不会的。许清月的笃定让我一阵恍惚。从前我们最相爱时，许清月也很笃定。她说：“我许清月这辈子只爱南仓一个人。”那天，我以为和我携手共度余生的那个人，一定是他。我和许清月从初中同桌到高中同校，从大一恋爱到共同创业，16年。我们在公司发展步入正轨时订婚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其实今年我们要结婚的。可我们相识的第16年，相爱的第10年，许清月变了。大概是从他不再给我发消息嘘寒问暖，从他坐在我对面抱着手机怎么也压不下嘴角的笑，从他开始每天给林夕发早晚安时，所以分手时他把罪责都怪在自己头上。我遂了他的愿，没有把后来林夕挑衅我的证据拿出来。其实林夕刚出现时，我并没有多想，合作伙伴宠爱的私生子，想来我们公司历练。为了谈成那笔生意，许清月跑来征求我的意见。他说建议安排林夕去当助理，做些端茶倒水的琐碎事情，就当花钱养个少爷，公司业务不方便让他碰。我信以为真，却不想许清月让林夕做了他的贴身助理，一做就是1年。而许清月又千方百计地把我劝去了国外开拓市场，一待又是1年。再回来时，我成了许清月的前男友。他把离职书推到我面前，连带着一份股权转让协议。南仓，从前我们说过，如果有一天遇到了让自己更心动的人，我们就和平分手，你还记得吧？许清月和林夕滚进卧室时，我躲在了客厅。真庆幸我和许清月还可以保持一小段距离，不用让我亲眼看到那些肮脏恶心的画面。虽然林夕早已给我发过他们的视频和照片，许清月的手机扔在了客厅，嗡嗡的震动声一刻不停。我凑近，屏幕上显示的号码竟是我的，脑海仿佛被炸开一般，我震惊的愣在原地，指尖微不可察的颤了又颤，死亡前的画面被一帧帧放映在眼前。京剧无助。我记得答应许清月分手的条件后，我离开了公司。林夕找到我，想要和我谈谈，然后我们去了公司附近的咖啡店。本来只是想看看许清月对你的感情有多深，结果也不怎么样嘛。我不愿和他废话，可刚出门就被几个人抓上了一辆面包车，车子一路颠簸，从市区到郊区，从白昼到黑夜，直到山风呼啸，细碎的树枝划破我裸露出的胳膊。林夕让你们来的吧？我强行镇定的开口问道。面前的4个男人形容枯槁，眼眶凹陷，身上散发着一股特殊的恶臭味道。为首的那个人狠狠吸了口烟，看向我的目光像在打量待宰的羔羊。我心如擂鼓，还是努力寻求生机。我身上没带钱，放了我，别人给你们多少，我出双倍。这句话收获了刺耳的嘲笑声，那些暴力的脸上都预兆着我大难临头。小子，下辈子常常记性，别惹了不该惹的人。我的膝盖被铁棍敲碎，指骨被皮鞋碾过，脸上更是被巴掌扇得高高肿起。其中一人有些可惜，怎么就不是个娘们，不然还能爽一把。另一人猥琐接话，你瞧这细皮嫩肉的，是不是娘们有关系吗？我听着这样的对话，心里一片冰凉。后来有人剥去了我的外衣，极致的痛苦，极致的羞辱，我用尽全身力气撕咬下一块血肉，惹怒了那头畜生，于是我的生命终结，痛苦也随之结束，鲜血汩汩流了一地。在睁眼，我站在许清月的身后，看着她牵着林夕的手，宣布婚期。算算日子，他的婚期，我的头七。半夜1点，许清月系着浴袍走了出来，她拾起落在沙发上的手机，看到未接来电时，瞳孔缩了又缩。林夕的声音从卧室里传出来：清月，怎么了？许清月压下眼尾，将通话记录删掉。
握着手机走向林夕，投入男人的怀抱。刚出国那段时间，许清月总会和我视频通话，他会和我抱怨公司的事情，会和我撒娇说如果我在他身边就好了。我一边处理文件，一边回应他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撒娇了呀？我以为我只是随意的打趣，却没想到他的脸色一瞬的煞白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两个人在一起很久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许清月从林夕的公寓里出来，临走时，她轻轻地落在林夕脸上一个吻。从前，许清月最注重时间，无论刮风下雨，她都会准时起床，也不许我懈怠，生怕耽误当天的工作。16年，我习惯了她让我习惯的习惯。可原来，打破一切的特例只会给特定的人。我跟着许清月到了公司，跟了我3年的助理正捏着合同，在许清月的办公室门口急得团团转。见到许清月，他有些着急开口。许总，前几天南总谈的那笔合同签约时出了点问题，对方一定要见南总一面才肯签。许清月瞥了助理一眼，似乎并没有太当回事，而是理所应当的说，那就去给南仓打电话，他会过去的。手机听筒传来一声声无人接听，或许是无人接听的次数太多，许清月的眉头越皱越紧，手中翻阅的合同被他用力砸在桌子上，目光扫到站在一旁的小助理身上，不耐烦3个字写在他脸上。助理缩了一下肩，我站在桌子旁，有些意外，为什么自己的电话接不通？明明昨天夜里我的手机还打了电话到许清月的手机上，恐怕许清月觉得我是故意的了。我抿着唇勾出一抹自嘲的笑。昨天夜里我的手机还打了电话到许清月的手机上，恐怕许清月觉得我是故意的了。我抿着唇勾出一抹自嘲的笑，百无聊赖地扫视着随意散落在桌子上的合同。合同里的条款被改了很多，和当初我谈的条件完全不一样。林夕的手笔，毕竟他接替了我的位置。许清月半天没有说话，一直紧盯着手机屏幕，屏幕上是他和我的聊天界面。2分钟前他给我发了条消息，速回电。许清月紧绷着下颚，酝酿着一触即发的怒气，直到她的好闺蜜徐薇给她打来电话。清月，南仓不在公司。徐薇的话被许清月打断，不等听筒那端的反应，许清月匆匆挂了电话。许清月的电话挂得太快，以至于我无比想要知道徐薇后面想要说什么，却无从而知。是想说我不见了，还是已经知道我的死讯？许清月走进会议室，会议室里一片寂静。那笔单子我谈了将近半个月，在敲定时许清月和我提出了分手。不少人说许清月卸磨杀驴，现在魔转不动了。徐薇赶到公司时，许清月正在大发雷霆，没有南仓，公司就没法转吗？一大帮子人竟然抵不过一个南仓。徐薇敲门的手顿在半空，他站在门口踌躇了10几秒，还是冲了进来。跟在他身后进来的人是林夕。清月，怎么了？林夕快徐薇一步开口。许清月回过头，直接忽略了站在一旁的徐薇。这个合同你看看怎么回事？光和那边突然反悔，说要见到南仓才肯签。林夕的眼底划过一抹难以捕捉的异样，他接过许清月手中的合同翻了又翻，是不是南仓搞的鬼？徐薇紧攥着拳。许清月默认了林夕的话，他说了一句散会，将林夕单独留在了会议室。人都走后，徐薇冲上前揪住了许清月的衣服。许清月，你特么真不是个东西！南仓死了，你连给他收个尸都不愿意吗？这是他亲手创立的公司，你把他轰出公司，任人诋毁。许清月，你特么的是不是人？许清月，你特么的是不是人？徐薇揪着许清月的衣服将她扔在地上，她心事重重的来，又怒气冲冲的走。我想要追上去拦住她，问问她怎么知道我死了，怎么会来找许清月？林夕赶紧将许清月扶起来，她为什么不在未婚妻被人动手的时候出手拦住徐薇？我想大概是惹不起吧。孬种，徐薇说我死了。许清月显然一副不信的样子。我能理解，毕竟许清月知道的，我从来都很惜命。大3那年，爸妈因为一场车祸双双离世，一夜之间，我失去了最亲的亲人，我变得脆弱无助。是许清月把我从悲伤的深渊里拖了出来，她说我还有她，所以我要照顾好自己。那之后，我变得格外惜命。许清月简单处理了头上的伤口后，开始埋头工作，仿佛我死了这件事对她来说不过一句笑话而已。许清月接过了光和的那笔单子，亲自找光和的人谈判。我跟着他，再一次走进光和的办公楼。这一次接待许清月的是光和的刘副总，他的目光若有所思地扫在许清月的身后。南总没来，许清月脸上的笑淡了下去，声音也疏离了几分。刘副总，我才是新贸的负责人。新贸负责人5个字将我唤醒。那次许清月让我去国外开拓业务时，他说，南仓，其实我不希望你那么累，新贸有我就够了。这次业务拓展结束，你好好休息休息。最后他说的那句我爱你，被那晚机场汹涌的人潮冲散。许清月最后又让了5个点的利润。单子签完，他肉眼可见的松了口气。后来徐薇给他发了个地址，殡仪馆的。许清月皱着眉，手指用力的敲击在屏幕上。徐薇再演就过了，笑死。他为什么会觉得徐薇愿意陪我演戏？徐薇可是他最好的闺蜜，大概是因为不喜欢我。我和许清月在一起后，只要我们同时出现的场合，几乎都看不见徐薇的影子。直到我和许清月订婚前夕，徐薇喝得酩酊大醉，然后郑重地把我的手和许清月的手叠放在一起，她骂骂咧咧，最后说了一句，以后你敢不对她好，我杀了你。我认真的点头，我怎么会对许清月不好呢？我几乎把我的一切都给了许清月，就连新贸都是我用那次父母意外离世的保险金填了资金缺口。那天许清月也喝了不少酒，我们和徐薇、明浩和梁晨围坐在一起，每个人神情都很放松。那天徐薇说，如果将来她要嫁的人不是我，那她的婚礼他们一定不要去。许清月将手机扔在了副驾驶上，手机屏幕顶端，徐薇几次正在输入中，到底什么也没有回复。可我的心口没来由的一阵撕扯和疼痛，仿佛整个灵魂都在被炙烤，意识也逐渐开始涣散。我想
我终于要离开了吧？其实我已经没有什么放不下。意识回笼时，是某一天的凌晨3点，我好像睡了一觉，梦里混沌一片，有人在压着声音哭，眼泪砸在我的手心，烫得我浑身一颤。我睁开眼，却只看到许清月正对着镜子一遍遍确认自己的婚纱，她的脸上漾着笑。摄影师架着机器一路跟随着许清月的动作。我环视一圈，熟悉的房间里，玻璃上多了一些红喜字的窗花，梳妆台旁的日历上被一个红心框出今天的日子。原来竟是许清月和林夕婚礼这天，而他们的婚房是3年前我亲自设计装修的。今天会不会堵车？我怕误了时间。许清月的声音拉回我的思绪，她搓着手，有些紧张。我转过头，看到了从另外一个房间走出来的许清月的父母，他们的头上添了些白发，但大概是人逢喜事精神爽。2个老人的嘴角始终扬着。你从小就是急性子。许妈妈手里拾掇着大红喜床上的红枣莲子，似乎并没有看见许清月脸上闪过的一丝尴尬。许爸爸脸上的笑没挂住，一下子垮了脸，老人的眼神明明暗暗，看不清楚情绪。他拦住许妈妈的手，把许清月往里屋带。清月往里屋带，我没有跟着他们进去那个房间，可还是听到了父女俩不断争吵的声音，断断续续。我又一次听到了自己的名字。等我凑近时，只听到许爸爸沉着声音说，去年许妈妈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。许清月出门时脸上不是很好，她掏出手机在给谁打电话，但电话一直没打通，直到摄影师催促着，新郎来接你了，该出发了。10几辆黑色迈巴赫从小区整齐而出，排场极大。许清月坐在婚车里一直不停地拨打着电话，电话的嘟嘟声让她有些急躁。突然，所有车子全都停了下来，视线飘过去，同样一排黑色迈巴赫在对向停了下来。第一辆车头上铺满了黄白菊花、玫瑰和百合，竟是送葬的车队，红白相撞。许清月本就不好看的脸色更难看了几分，可对面那边没有一人下车交涉，双方僵持不下。我的心跳却如擂鼓，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熟悉的面孔，那人手中捧着的我的照片。我震惊地愣在原地。这条林荫道从不是送葬的必经之路，除非开车的人是故意的。原以为不会再痛的心口像被尖刀刺入般，一下一下剧痛难耐。许清月眼睛都红了，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的婚礼完美无缺？碰到丧葬队实在是不吉利。林夕下车交涉，后排车窗没有落下，只有司机轻飘飘从窗缝中甩出一句死者为大。最后到底是许清月他们让了路，送葬车队呼啸而过。许清月已经快要哭出来了，林夕的表情却可以称得上得意。他回头望了一眼远去的丧葬车队，嘴角勾起弧度，转头安慰许清月时，又变成了温言软语的模样。许清月和林夕到底是误了时辰。回到婚房后，林夕也没有见到许清月的父母，但他似乎并不在意，而是走了遍流程。一行人跟着车队风风火火的又往举办婚礼的场地去。林夕包了一座庄园，大片草坪上布置了唯美浪漫的婚礼舞台，像是误入仙境一样。我却无暇再看这些，脑海里全是那人捧着我照片的样子。徐薇，那个从来看我不顺眼的人，形容憔悴，眼睛红肿。我死了，他好像很难过。婚礼从11点58分推迟到12点18分，许清月终于结婚了。她伸出自己的无名指，任由男人给她戴上戒指。电子屏幕上循环播放着许清月和林夕曾经点点滴滴的过往。据司仪说，那视频是许清月亲手剪出来的。林夕笑得开怀，我却看得很是乏味。许清月剪辑视频的技能还是我教会的。上大学时，许清月突然爱上了摄影，她创建了自己的自媒体账号，我就通宵熬夜学习剪辑。后来我们在自媒体赚了第一桶金，她来了兴趣就让我教她。席间，林夕一直在看着宴会厅大门的方向，像是在等什么人。直到婚礼结束，林夕等的人也没有来。期间，许清月只要能抽出空，就在打电话，而许清月的电话也没有打通。婚礼后，林夕的父亲拉着许清月说道：“今天倒是没看到徐氏的千金，我听小溪说你们有着10几年交情，今天本以为会见到。”许清月落在身侧的手微微一拳，不止徐薇，和他玩得好的另外2个都没来。许清月眼眶突然有些酸涩，脑海里想起从前徐薇说，如果将来她嫁的人不是我，那她的婚礼他们一定不要去的那句话。第二天早上，许清月打通了徐薇的电话，徐薇没有说什么，而是给许清月甩了一个定位，并且特意叮嘱别带着林夕，我们没人想看到她。许清月的手机开了免提，徐薇的话一字不落地落在了林夕的耳中，她适度地展现出落寞，惹得许清月一片心疼，顿时抱住她的手臂，没关系了，他们迟早会知道你有多好的。说完，许清月拿起外套匆匆出门，临走时吻了吻林夕的脸。车子一路疾驰，徐薇他们3个人早已等在了路边。我只觉得周遭的空气越发阴冷，荒郊野外了无人烟。徐薇的脚边落了一地烟头，手上还夹着半根烟。明浩和梁晨看到许清月，头不约而同地瞥向另外一个方向。许清月走到徐薇面前，刚刚张开的嘴被徐薇狠力的一个拳头砸得闭了起来，鲜血顺着鼻腔嘴角流了下来。我被吓得躲闪到一边。徐薇是出了名的小辣椒，离经叛道，学了男人喜欢的散打，打得还十分好。许清月打偏了脸，眼底的怒意翻腾，声音都尖锐起来。徐薇，你有病是不是？我还没问你们昨天为什么不来参加我的婚礼，你们把我约到这种破地是要干什么？一言不合就动手，想绝交你就直说。徐薇甩了甩拳头，拎着许清月的衣服，连拖带拽地往山上走。越往里走，风越冷，树叶被风刮得簌簌响着，向来索命的乐章。我终于想起来，
这是我出事的地方，我大概是死在了这里。徐威站定后，将许清月一脚踹在了地上，厉声质问许清月：辜负真心的人最该死，可为什么死的是南仓？干涸的土地上还有没被处理掉的斑斑血迹。许清月撑着起身的手一软，重新跌了下去。他震惊地回过头看向徐威，一愣了半晌才开口：你说南仓死了？徐威看着他没说话，可他的眼神骇人，比看着一个死人还要冷。明浩和梁晨沉默着点了点头，手里的拳头却攥得咯咯作响。我看出来他们也挺想打人的，但是他们是男人，出于良好的教养，他们忍住了。许清月还是不信，他大笑几声后环顾着四周，突然大声喊着：南仓，出来！我知道你在，你们联合起来骗我的，对不对？突然，他的视线落在了草丛里的袖扣上，那是订婚时他送给我的。许清月扑了过去，他从草丛里扒出来那枚袖扣，上面还沾了些血迹。他大概是接受了我的死讯。空气从未像此刻这般安静。许清月从10点坐到了12点，一言不发。徐威抽着烟，一根接着一根。正午的阳光晒得人发昏，我躲到了树荫下。徐威将烟头踩在脚下，捻了又捻。末了，徐威掀起眼皮睨了许清月一眼。许清月，我们之间的感情就到这了。下次见面就是商场上的敌人。许清月没有背景，从前上学时，许清月因为成绩好，情商高，和他们3个人走到了一起。初中到高中到大学，徐威一直和我们同校。明浩和梁晨选择了出国深造，在回国时，我和许清月已经确认了恋爱关系。创业以来，他们其实没少帮我们，星茂的发展离不开他们3个人在背后的鼎力相助。可现在，他们4个人好像要走散了。同样的16年，原来我们都走散了。许清月在山上待了很久，从日落到月初。许清月接通许爸爸打来的电话，嗓音有些沙哑：妈的病，我还在想办法。梁晨那边不太好一直麻烦人家，去年是我在国外最辛苦的一年，每个月也就只能偶尔抽出时间给他们打个视频电话。隔着屏幕，我没有发现许妈妈的异样。而那一年，许清月和林夕打得火热，甚至到昨天，她才知道许妈妈的病情。许爸爸那边默了默，半晌才回她：去年微微和小陈就来看过我们，你不用操心我们了，你选择谁爸妈不干预，但爸妈想告诉你，成年人别后悔自己的选择。看着许清月被自己父亲的话压弯了的脊背，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。是，成年人别后悔自己的选择。许清月的车速比来时还要快，躁动的引擎声盖不住许清月痛苦的嘶吼声。许清月是在深夜回到了婚房，林夕等在别墅门口，看到许清月的脸色不是很好看，温声开口：老婆，你回来了。许清月压抑着情绪，推门进去，入眼是被拆得乱七八糟的房子。那些我从四处搜刮来的具有收藏意义的装饰画，全都被堆在地上，画框折断了不少，花瓶碎片砸了满地，像是刚刚才被发泄过情绪。许清月皱着眉，语气淡漠：你让人拆的。林夕笑眯眯的，似乎没觉得有什么不对。新生活新气象嘛，旧的都已经过时了，我不喜欢。许清月沉吟片刻，到底什么话都没说。趁着许清月洗澡的功夫，林夕让人把拆得七零八落的东西全都扔了出去。他拍下照片，炫耀似的给我发了消息：看吧，你存在过的痕迹已经被我抹去了。下一瞬，那边有了回复。林夕诧异挑眉，划开屏幕，一张血淋淋的照片跳了出来。林夕欣赏片刻，在许清月推门而出时扔出手机，配合一声尖叫。许清月检查了下林夕的手机，最终的结论是应该是中了病毒，换一部就行。等林夕睡着后，他捏着手机去了书房。昏黄的灯光下，许清月站在窗前，看不清楚他的情绪。他翻出自己的通讯记录，从黑名单里找出那天给他一直打电话的座机号码，搜索后他才知道那是派出所打来的电话。许清月回拨了过去，电话被接通时，对面的警察愣了许久，听说是他杀并且犯罪嫌疑人已经逮捕了。许清月的脸色变得尤为难看，他立刻拨通了徐威的电话。徐威接得很快，就好像守在手机前等着一样。许清月有些咬牙切齿：是你给林夕发的那张图片？徐威，南仓就算死了，你也不能把怒火迁到林夕的身上。徐威在电话那边低低笑出声来：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许清月，你在怕什么？难不成南仓的死和你有关？许清月被徐威气得脸色涨红，暴力的声音响彻整个书房。徐威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吗？难道林夕不是你送到我面前来的吗？偷偷喜欢了南仓10几年，徐威你敢承认吗？为了从我身边抢走南仓，你不惜给我下套，南仓的死你也逃不了干系。其实许清月变了很多，从前他不会把责任随意推脱给别人，可现在他竟随意将我的死扣在徐威身上。他的话于我而言，仿佛一颗石子扔进广阔的海平面，激不起一点水花。因为林夕不是徐威送到许清月面前的，准确的来说，或许是我。为了多谈些单子，让公司更进一步，我难得主动找上徐威，徐威帮我牵了线搭了桥。后来我把单子转交给许清月跟进，这才有了林夕要来我们公司实习这回事。至于许清月说的下套，我想徐威不屑于这么做，那样直来直去暴躁的人，听他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打一顿就好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就想起和徐威的第一次见面，初中入学报到那天，徐威和我一起迟到了，窘迫的我被他一道明媚的笑容所感染。他说又不是天塌下来了，可别在意。那时候我觉得徐威还挺好说话的，长得好看，乐观。后来我看见他把穿着校服的学生堵在巷子里，拳打脚踢，我便开始躲着他走，直到我的同桌许清月和他交好开始，我才知道原来他叫徐威。许清月给明浩、梁晨都打了电话，他想知道我的死是否和林夕有关，他们两个闭口不提，而我发现我可以逃离了。我是浑浑噩噩从许清月身边离开的，游荡在昏暗的街道上，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，又该去找谁。一个老人正用力地蹬着自己的三轮车，三轮车上是那些我最得意的收藏画作，破破烂烂，像极了我现在的样子。
我跟着老人一路不远不近，担心自己的寒气惹他生病，又想知道那些话他会怎么处理。老人将车停在路边，喘着粗气，一辆熟悉的迈巴赫缓缓停在了一边。徐威从车上走下来，徐威将那些话一幅幅收进车里，给了老人一笔钱，惹得老人连连道谢。我对我的死不感兴趣了，但我还是选择跟着徐威，或许他能带我去看看埋葬我的地方，或许我就可以彻底消失。徐威果真没让我失望，他拎着一打啤酒，深更半夜走进了墓园。我有些害怕地跟在徐威身后，几乎寸步不离。我的墓地位置很好，徐威应该花了不少钱，就连葬礼都是他安排的。我应该和他说声谢谢。徐威大口大口灌着啤酒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地上。南仓，如果你喜欢的人是我就好了。徐威的那句商场上的敌人很快有了体现，他不再和星茂有任何的往来，在圈子里也放出了狠话，没人敢和星茂合作，因为没人敢触徐威的眉头。许清月忙得焦头烂额，无济于事。我和他的心血终究付之一炬。徐威被许清月堵在办公室时，明浩和梁晨都赶了过来。许清月朝着徐威伸出手，南仓的手机给我。徐威挑了挑眉，凭什么？许清月被气得一噎，他把乱七八糟的照片扔在地上。这些照片都是南仓手机里的是吗？他早就知道我和林夕的事情，他这次回国就知道我会和他分手的，是吗？这些话许清月说得很慢，像是在凌迟着自己一样。3天前，徐威给许清月寄了一沓照片，那些照片是我亲眼看着徐威打印出来的，是林夕发给我的照片，连带着他和我的聊天记录。男人夺爱成功后的挑衅、炫耀和嘲讽。16年，你从来不清楚南仓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选择你是因为他喜欢你，他爱你，可是你配不上他的爱。徐威把许清月轰了出去。轰走前，徐威又把他打了一顿。明浩和梁晨摸了摸鼻子，两个人默契地装作没看到。其实我已经知道我死亡的真相，但那4个男人已经获罪，事情仿佛到此为止了。很奇怪，我又被许清月困住了，比起从前的距离还要更近一些，想躲远都很难。许清月把照片甩在林夕面前时，愤怒吼道：如果那天不是你找南仓去咖啡厅，南仓就不会出事。如果不是你，我该和南仓结婚的。许清月质问他为什么要给我发那些东西，嘴里还在呢喃着南仓该有多难过。我扯了扯唇角，难过不难过的都已经过去了，可现在被困着看他假惺惺的深情忏悔，真的很难过。林夕大概被许清月的话激怒，他站起身，随手抄起桌子上的相框，朝着许清月砸了过去。许清月，你个婊子，装什么清高？就算最开始是我先接近的你，那是我按着你跟我上床的吗？徐威可以拒绝我，你为什么不可以？不要当了婊子还想在我这里排放。我选择你不过是因为徐威我高攀不上，不然我怎么会看上你？离婚，我现在就要离婚。还以为你跟徐家关系多亲近，现在没交到好，反而结了仇。你真觉得自己貌若天仙是个男人就非你不可了？要不是以为你跟那3家关系亲密，像你这种女人我看都不会多看一眼。许清月不会同意离婚的，被他困着的日子。我发现许清月选择林夕，是因为林家的公司对她的助力远比我多得多。现在的许清月希望我还在，是想让我帮她解决麻烦，仅此而已。如果我没死，他将受益最大。争吵不断的日子，林夕被许清月折磨的精神有些不正常。林夕的父亲来看过他几次，每次都是好言相劝，日子过着过着就能过好。而且你看星茂不是已经恢复节奏了，把你老婆哄好，让他修复一下朋友们的关系，我们家就靠你了。星茂的确重新步入了正轨，只不过那是许清月找徐威换来的，这让我很意外。许清月用早已廉价的星茂股份跟徐威交换了我墓地的位置，星茂依了，而许清月到底也没找到我的墓地。徐威保住了我的心血，也摆了许清月一道。他找了一个和我同名同姓的，让他去祭拜。许清月站在墓碑前咬牙切齿时，我看见徐威和明浩他们站在远远的地方嘲讽他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芥。不过他们嘲讽错了，他不过是无法亲眼见证星茂一步步的衰败没落，他不爱我了，这也是事实。后来许清月找遍了他能找到的墓园，仍然找不到。我有些庆幸，我的墓碑前可以干干净净，而我能脱离许清月的束缚，是因为许清月疯了。他每天都在重复着那句：如果南仓在，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许清月果真疯了，他拎着刀冲进了卧室，看着熟睡中的男人，一刀刀捅得毫不费力。他握着林夕的手，捅进了自己的身体。徐威把我葬在了我爸妈的旁边。许清月没猜到，因为他早已不在意。回到自己的墓碑前时，我在这人世间留下了一个自私的愿望，希望徐威永远幸福快乐。他为寻求刺激，提议开放婚姻，我顺水推舟。他欣喜地奔向陌生男人，以为我离不开他，他却不知我正筹备着婚礼。他拽着我祈求原谅，我却递上了离婚协议。傅芝芝深夜归家，一句话也没说，直奔浴室。我依靠在阳台上点了根烟，在烟雾缭绕间恍惚间看见他裹着浴袍出现在客厅。酒店没有洗澡的地方吗？我讽刺地问了句。面对我的试探，他浑不在意地甩了甩湿漉漉的头发，语气淡然。酒店的卫生间我用不惯。我没吭声，吐出一口烟圈。傅芝芝便风情万种地扭着腰肢走近，蹙着眉从我指尖夺走半根烟头，扔在花盆里熄灭了。我不喜欢你在家抽烟，下次别被我抓到了。一个刚从酒店里跟别的男人亲密的女人，面对自己的丈夫是如此泰然自若，没有半分不自在。我垂眼看她精致的眉眼，看她精致的面容，一切的一切都如此美好。我忽地伸手掐住她下巴，带着浓重烟味的唇狠狠地吻了下去。她呛得眼泪直流，想要反抗却被我攥紧了手。在她的叫骂声中，我加深了这个吻。傅芝芝一开始破口大骂，说我是疯子神经病，又是央求我停下。到最后，她的声音渐渐微弱。我退开一步，整理了下凌乱的衣衫，看她瘫坐在地，双眼失神望着夜空，然后才走过去，蹲在她身前，戏谑地问：你还好吗？她无力地抬起手，不轻不重地扇了我一巴掌。我的笑意落下，
语气不减，讽刺他装什么清高。他咽了咽喉咙，才沙哑开口：“你都知道了。”“我都知道了，我知道他外面有人，知道他为那年轻的男人爱得疯狂，做得荒唐。”傅芝芝笑了，好像是找回了一点力气，声明：“我还是爱你的，爱我，然后却和别的男人一起玩暧昧，是吗？”见我不说话，他撑起身子，懒洋洋开口：“现在这时代已经和你们想象的不一样了。”我静静等待着他的下文。我们为什么不试试开放式婚姻呢？我险些笑出声。什么意思？傅芝芝声音蛊惑，人这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太难，外面的诱惑太多，我能保证我最爱你，却制止不了人性的欲望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去找点新鲜的？我知道自己对不起你，所以你也可以去找个年轻漂亮的，我绝不会说你半个字。我静静听着，看着他娇媚又认真的神情，发觉他是真的这么想的。昏暗的灯光中，我们彼此的呼吸打在对方的脸上，一如当年新婚夜的场景。窗外烟花绚烂，照亮了半边天，周边的大厦外墙上播放着我们的婚纱照，屋内烛火明灭不定。他满身羞涩将自己呈现在我面前，他把自己给了我，委屈的直哭。他说这辈子就是我的人了，一颗心再也不会有别人。要是我对不起他一定半夜拿刀捅死我。我爱他连他还来不及，又怎么会对不起他？婚后5年，我一直兢兢业业做一个好丈夫、好爱人，而我护在掌心里的女孩，如今却笑意盈盈地劝我出去再找一个。原本已经碎得不行的心，还是在此刻又一次抽痛起来。我扯了扯嘴角，面无表情。都听你的。我一如既往的顺从，让娇矜的女人略显得意，奖赏一般的摸了摸我的头，微微一笑：“阿燕，你乖，今晚的表现我很满意，但下次不许了。阳台上要是让别人看见了，多丢人。”他还伸手示意我抱她起来，但这时手机铃声便响了起来。姐姐接电话，是我。低沉磁性的声音传来，显然是专门录制的手机铃声。果然傅芝芝也不撒娇了，直接起身去接电话。挂断后，他就急匆匆穿好衣服，临出门前还好笑的跟我说：“小孩子就是粘人，才刚见的面又吵着要见我。”你说也真是的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故意气我还是真的傻，跟我这个正牌老公分享小男人的脾气。他一离开，空气都瞬间安静下来。我缓缓踱步回到阳台，看着漫无边际的夜色，原本就不算美好的心情逐渐蔓延开来，被空洞吞噬。傅芝芝向我提出开放式婚姻，无非是看我爱他爱得无法自拔，自认为我一定舍不得离开他。这样一说，他就可以放弃那本来就不多的愧疚心，堂而皇之的与小男人成双入对。我再有意见，他也可以昂首挺胸回我，有本事你也找一个。我又不是不让。他觉得婚姻束缚不了他，但能约束我。可是他想错了，男人在这方面天生就要比女人熟魄得多。手机亮起，微信头像是可爱猫咪的好友问：“哥哥，明天校庆我有节目，你可以来观礼吗？”我拨了个视频过去，那边很快接了。视频画面出现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，此时正甜甜笑着。哥哥在做什么呀？我说在想你。看，花言巧语哄女孩子，我做的并不比任何一个男人差。人心易变，早在知道傅芝芝那点烂事的时候，我就不可能按约定来履行诺言了。毕竟是他先对不起我的。江疏意和傅芝芝养在外面的知己，是一个学校的，所以在校园里面遇见的时候，我并不是很意外。那小男生率先开口：“江班长，好巧，这是你男朋友，跟你真般配。”江疏意脸上浮现出红晕，随后大方道：“现在还只是好朋友。”小男生便促狭朝我笑着：“哥们，你不要不识好歹，江班长可是我们院里数一数二的漂亮妹子，这都拿不下你。”而傅芝芝脸色已经难看得不像话，小男生只以为自己说的话惹恼了傅芝芝，连忙补救：“亲爱的，在我心里你才是最美的。”傅芝芝却不理他，语气有些尖锐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小男生发现有些不太对劲，讪讪一笑：“你们认识？”我扯起笑脸：“我是芝芝表哥。”小男生立刻紧张起来：“表哥好，我叫蒋峰，是芝芝的男朋友，在一起1年多了，一会一起吃个饭吧。”不了。我牵起江疏意的手：“你们约会去吧，我们不打扰了。”傅芝芝脸色难看的捏住我的手，眼里蕴藏着怒火，想要说些什么。我力道大，将他的手甩开。我笑得很灿烂：“我不会乱说的，注意安全，表妹。”傅芝芝回过神来，冷哼一声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蒋峰摸不着头脑，急忙追了上去。江疏意盯着2个人的背影，突然开口：“哥哥，她不是你的表妹，对吧？”我松开握住他的手，礼貌致歉：“冒犯了，不好意思。”江疏意耳尖微红，还没说话，我就拧开矿泉水瓶递到他面前，满不在乎的说道：“刚刚那个是我老婆。”江疏意是知道我结了婚的，这件事我从来没有瞒着她。说起和江疏意的相识，也要多亏傅芝芝。在街上撞见傅芝芝和蒋峰的那天，我跟着他们进了学校。傅芝芝扬怒抱胸走在前头，蒋峰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跟在他身后，脸上没有半分不耐烦，一直念叨着：“祖宗，原谅我吧，今天陪你逛了1天了，还没消气呢。”傅芝芝双手叉腰，扭头过来，脸上全是骄纵：“谁让你把我最喜欢的裙子撕坏了？那可是限定的。”蒋峰笑着贴上去，拿鼻尖蹭了蹭傅芝芝的额头：“好好好，说吧，要怎么惩罚我，我都接受。”不想再听下去，我摇上了车窗，隔绝了外面的一切声音，将头埋在方向盘上，眼泪止不住的滑落。尽管知道傅芝芝在外面有人，但这么直观的看到她和别人相爱，我依旧不能释怀。从青春期的怦然心动到如今婚后一地破碎，10多年了，傅芝芝依旧牵扯着我的心绪。砰的一声，一只猫跳到了车窗玻璃上，得意的在我面前尿了一泡。我抹了把泪，摇下车窗，红着眼和少女对视。少女五官精致，却是一脸的无措，挠了挠后脑：“哥哥，对不起，要不我请你吃顿饭吧。”我鬼使神差的应了下来。后来我们留了联系方式，江疏意有意无意的约我出去玩，
我也都没有拒绝，直到他向我告白。我告诉他我已经结婚了，并且说了我和傅芝芝目前的状态。他垂着头沉默了很久，起身离开，背影透着化不开的难过。我以为我和他就这么结束了，却没想到半个月后，他在公司的地下车库拦住了我，抿着唇，一脸倔强：哥哥，我不想努力了，你也养我吧。想起往事，我有点愣神。江疏意以为我在想傅芝芝，扣住我的手更紧了，声音委屈：可不可以不想他？我揉了揉他毛茸茸的脑袋，打趣道：没有想他，在想你。那个时候你刚知道他，纠结了好久，你还记得吗？走吧，今天哥哥陪你一天。回到家，已经接近凌晨了。打开灯，傅芝芝坐在沙发上，周围酒瓶散落在地，她默不作声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换好鞋，径直从她身旁走过，见我没有停下的意思，傅芝芝喊住了我：你没什么对我说的吗？陪江疏意玩了一天，我实在有点累，只想快点洗漱后睡觉。说什么？不是你说的开放式婚姻吗？现在你别告诉我你心里不舒坦了。傅芝芝慢慢站起身，停在我身前，眼底孕育着风暴，她一下又一下地摩挲着我的颈侧。你们……我拍开她的手，你关心这个做什么？你和蒋峰的事，我也从未干涉过你吧。说完我就回了房间，反锁住门。不多时，客厅里一阵噼里啪啷，傅芝芝砸了客厅所有的东西。我躺在床上，拿被子捂住耳朵，只觉得他莫名其妙，让我出去找的是他。现在得知我外面的事后，大发雷霆的也是他。尽管这样，他也不肯离婚，这不是有病吗？婚后第2年，在得知傅芝芝外面有人后，我就曾向他提出过离婚，他却不以为意，甚至觉得我在无理取闹。阿燕，你知道我们离婚会牵扯多少吗？你看看我们周围，谁的婚姻干干净净？可是尽管这样，他们的家庭不还是好好的吗？为什么你就不能看开一点呢？他说的对，在我们这个圈子，婚外有人真的不是什么大事。我向我爸我妈说了我要离婚的想法以后，他们也拼命反对。我妈拉着我，苦口婆心的劝，离婚干什么？舒家和傅家共同的项目有多少你不知道？不就是外边有人吗？傅芝芝也不是个拎不清的，只要不带回家，不染病，你管他那么多干什么？安心管你的公司就好。我不肯妥协，闹到后面，傅芝芝的父母也知道了，他们一方面觉得我不懂事，一方面逼着傅芝芝和外面那男人断了。最后，在多方面的压力下，我被说得烦透了，选择不再追究。傅芝芝却觉得我已经妥协了，后面找陌生男人更加无所忌惮，我也懒得再管。原本以为日子也就这样过下去了，但一想起江疏意那委屈巴巴的眼神，我总觉得对不起她。或许我可以离婚，然后给江疏意一个名分。脑海里突然蹦出这个想法，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，瞌睡瞬间被惊醒。就在这时，门被敲响了。舒燕，出来，我们谈谈。我没有搭理傅芝芝，她就站在门外自顾自地说话。我知道这是你对我的报复，我也接受了。但舒燕，我们约定好，谁都不可以动真心，行不行？所以他表现得那么爱蒋峰，竟然也没动真心。那我呢？他以前表现得那么深情，又有几分真心，我居然还傻乎乎的信了。门外傅芝芝还在喋喋不休，我不会让蒋峰再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也不能太过分。你今天这样，真的伤到我了。而且那个女孩什么都没有，估计就是看上你的钱了。你要是真的相信他，那就太可笑了。他越说越过分，我忍不住打开门，讽刺道：那你怎么能确定蒋峰不是看上你的钱？蒋峰不一样，蒋峰不一样，他懂事，从来都不会向我索取东西，是不会索取，因为不等他要，傅芝芝就会主动送上。我嗤笑一声，举起手朝他亮了亮无名指上的戒指。我的小姑娘也从没要过我的钱，为了买对戒，她兼职了2个月，钻戒很小，纯度不够，镶嵌工艺也不怎么好，傅芝芝是看不上的。我结婚时送她的钻戒是专门定制的，比鸽子蛋还要大，这样的便宜货就把你感动的不行。舒燕，你脑子呢？看得出来，傅芝芝恼了，说话也满是火药味。我也歇了和他争辩的意思。他不知道这个戒指承载的心意多么贵重，也不知道我接受了这戒指意味着什么。我揉了揉额角，只觉得满身疲惫。江疏意拿出这枚戒指时，我是慌乱的，因为我没办法回应他的这份感情。江疏意像是看出了我的为难，眼眶都红了，还在安慰：哥哥没事的，我没有现在就逼着你离婚的意思，我只是想让你看到我的心意，也愿意就这么跟着你一辈子，只要你别不要我。那时候我松了一口气，但扪心自问，我真的要这样和傅芝芝这么纠缠一辈子吗？要让江疏意一直无名无分吗？我不想，也舍不得。摸了摸手上的戒指，我轻声道：傅芝芝，我们离婚吧。我大概有3年没提过离婚了，如今一说出口，心里居然松了一口气。傅芝芝咬了一下后槽牙，额角青筋跳了跳。舒燕，你有病吧？故技重施，想逼我和蒋峰断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他觉得我在逼他回归家庭，毕竟第一次我提离婚时的效果实在差强人意。那个时候他正和一个流量小生闹得沸沸扬扬，我那么一闹，那人直接被送到国外，傅芝芝也被他爸妈关了1周的禁闭。再出来时，那人的一点消息都打听不到了。可这次我真的没有一点逼他的意思。想起江疏意，心头涌上一丝甜蜜，声音都忍住放柔了一点。我没想逼你，我只是想给江疏意一个名分。我害怕后面东窗事发，江疏意被人指着鼻子骂小三，那么好的女孩，我真的会心疼的。大概我的声音太温柔了，傅芝芝终于意识到我没有在开玩笑，她脸上的表情前所未有的难看。你知道你今年多少岁了吗？30多了，比那个黄毛丫头大了快10岁了。你觉得她能是看上你这个人吗？舒燕，你别这么幼稚行不行？我微微一笑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反正我有的是钱，他爱我的钱跟爱我这个人又有什么区别？傅芝芝，用金钱维系的感情比你的所谓爱情稳定多了。我相信傅芝芝曾经是爱过我的，我也相信江疏意现在是爱我的。或许以后他会改变，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敢爱敢恨，拿得起放得下。
我有试错的资本，我也愿意去尝试一段健康的关系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和傅芝芝耗在这段衰亡的婚姻里。我抬眸定定地看向他，没关系的，就算没有结果，我也愿意去试试。那一晚，傅芝芝摔门而去，我联系了律师，开始起草离婚协议。2天后的晚上，我正靠在江疏义腿上看电影，手机不停地提示有新消息。昏暗的幽光里，我看到了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，让我看傅芝芝的朋友圈。点开朋友圈，我看了那段视频，在蒋峰的生日宴上，他单膝下跪替他戴上戒指，傅芝芝眼含泪光，蒋峰深情款款，像极了当年我向他求婚的时候。我突然觉得自己太过可笑，我一直惦念不舍的时刻，他竟然能随时随地复刻给别人。也好，对他最后一丝情谊也在谢刻被扼杀殆尽了。尽管没有配任何文案，这条朋友圈依旧是把我的脸面摁在地上摩擦。我直接给律师打了个电话，麻烦把离婚协议书拍照发我一下。拿到照片，我也直接发了一条朋友圈：协议离婚中，支持傅女士追求自己的幸福。发完朋友圈，我就将手机关机，抬起头，猝不及防撞入江疏义那双灿若星辰的眼里。借着微光，我隐约见到了他眼角的泪，好笑的捏了捏他脸颊的软肉。见我离了你就这么高兴？他紧紧地抱住我，闷闷的雷一声，就这一个字，还带着浓浓的哽咽。你怎么这么可爱？我的心软得一塌糊涂。第二日，我直接睡到了下午，刚把手机开机，就有数不清的消息涌进来。傅芝芝昨晚给我打了50多通电话，不想被他破坏现在的好心情，我直接拉黑了他。爸妈又开始不停地打电话过来，无奈只能接了。电话那端，我妈声音带着心疼和小心翼翼：阿燕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手机一直关机？没事，妈，我以为你打电话过来是劝我别离婚的。那边沉默了一瞬，良久轻叹一声：这些年妈都看在眼里，你一点都不快乐。原本想着你想开就好了，但那傅芝芝现在都敢把那男人公之于众，根本没想过要和你好好的。你爸当年再过分也会给我留点脸面，这女人简直就是魔怔了。看你吧，你要是想离婚就离，妈也不劝你了。我爸接过了手机，声音冷硬又别扭：你把最近跟傅家有关的项目进度都拉一拉，不用担心离婚影响到家里生意，该要的要，该拿的拿，别便宜了那女人。心间划过一阵暖流。江疏义端着餐盘轻轻地放在我面前，神色微微紧绷，不敢发出一丝声音。我突然起了坏心思：爸妈，我带我喜欢的人来见你们好不好？话音落下，江疏义神色错愕，身子僵直，缓了片刻后，他的眼里迸发出巨大的惊喜。这个少女和傅芝芝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她满心满眼都是我，从任何细枝末节都能感受到她的赤诚爱意，这样不掺任何杂质，独属于我的爱意。在我满身破碎的时候，仍想要试着再相信一回。第一次见家长，尽管很紧张，但江疏义依旧表现得可圈可点。在经历了傅芝芝以后，爸妈对我另一半要求的首要指标就是看他对我如何。江疏义家里是书香世家，妈妈是大学教授，爸爸是医生，虽然比不上我们家做生意有钱，但文化底蕴、教养素质摆在那里，没有父母会不喜欢这样的优秀女孩。尽管一开始因为我还没有离婚就跟我搅在一起，但这点微弱的不满也被江疏义的表现抹去了。从老宅离开，江疏义就迫不及待和他父母分享他的喜悦。他的父母很开明，虽然一开始为女儿喜欢一个有家庭的男人操碎了心，但是结果是好的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催着江疏义回家和他们好好说一下。江疏义离开后，我想了想，决定还是回一趟家，是时候和傅芝芝彻底做个了断了。这样一直拖着，江疏义那边也不好解释。刚到家门口，手还没触碰到把手，就被人从里面大力拉开。傅芝芝满眼红血丝，发丝凌乱：你终于舍得回来了。声音带着熬夜过度后的光哑。我侧身想从他旁边走过，却被一把捏住手，强迫与他对视。他亮起手机屏幕，上面是我妈发的朋友圈，我们一家人和江疏义一起共进晚餐，其乐融融的画面，没有文案，但在此刻，很少有人不会多想：你带他去见爸妈了。舒燕，你这样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傅芝芝胸口不断起伏，显然是在克制着情绪。我烦躁地甩开他，从包里拿出离婚协议。我为什么要考虑你？你和蒋峰更招摇一点吧，现在说这些也没有意义。看看，没问题就签了吧。财产平分，协议被甩在傅芝芝怀里，他没有接，那么任由纸张纷纷洒洒落了满地。他垂眼盯着那些纸张看了很久，半张面孔隐匿在阴影里，明暗参半。我竟然从其中看出了一丝黯然。你认真的吗？他的声音轻飘飘的。我点头，坚定道：对，我马上要去见江疏义的父母了，希望在那之前我们能走完离婚程序。他慢慢蹲下身，去捡落在门口的纸张，厚厚的纸张被他紧紧攥着，泛起了褶皱。在我以为他同意了时，他却猛地站起身，将协议撕得粉碎，然后逼近我，揪住了我的衣领。我再问一遍，你要为了一个黄毛丫头和我离婚？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浑身散发着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戾气，可我还是坚定地点了点头。傅芝芝深吸了一口气，如果我说那条朋友圈不是我发的，我也没有想过落你的面子的。我冷笑一声，不是你发的，可难道不是你做的？视频里的人不是你？他沉默了一下，语调艰涩，当时你把我气狠了，我很烦。蒋峰又一直闹着要个浪漫的生日宴会，我想着借此机会你有点危机意识，然后就不会冷落我了。但我没想把这件事闹大，也没想到蒋峰会拿我手机发朋友圈，这个借口实在拙劣，我都不想去戳穿。见我不相信，他一把抱住我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如果我和蒋峰断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想起前不久前这个女人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和蒋峰断了的模样，我就觉得可笑。所以那时候他以为我在无理取闹，以为还没到取舍的地步，还可以两全。到现在不得不做出取舍的时候，他才摆出一副自己做出了巨大牺牲的模样来抚慰我。可我已经不稀罕了。傅芝芝，我看不懂你，你如果爱我，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？
如果对我没感情，为什么现在又不肯放手？你是有表演型人格吗？非得装出一副对所有人都情根深重的模样？他将头埋在我的颈侧。不是的，只是你知道的，我们身边人都那样。我一时没忍住诱惑，我是真的很爱你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改，我都会改的。你别不要我。身上起了鸡皮疙瘩，我用力推开他。你的爱就是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，是看到我难过还要笑着和我分享你和他的趣事，是妄想将我改造成一个没有任何自我意识，完全归属于你的物品是吗？那你的爱还真是恶心的别致。傅芝芝的面色一寸又一寸地白了下去。我不想再和他掰扯，离婚协议我后面会让人送来，你到时候好好看看。我先走了。刚跨出没几步，手机响了，见是江书意的来电。我没有任何犹豫就接通了，少女的声音里是掩盖不住的喜悦。哥哥，我爸爸妈妈夸你比明星还帅，还那么会做生意，说我踩了狗屎运才能遇上你。我还来不及回答，手机就被猛地夺走，狠狠地砸在了台阶上，碎片四起。傅芝芝面色骇人，在我不留神中直接将我拽进了屋，门被用力地带上。傅芝芝疯狂吻我，呼吸急促。和他分手，我是真的恼了，使劲推了他一把，一把将他推在地上。你有病吧？发什么疯？傅芝芝毫不在意，只是重复。我再说一遍，和他分手。我差点被气笑，你以为你是皇帝，谁都得听你的吗？他的手捏住地上的啤酒瓶，猛地砸碎，用碎头指着我，手指逐渐收紧。舒燕，我没和你开玩笑，和他分手，不然我们一起死。我直勾勾地盯着他，渐渐的，傅芝芝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。为什么不说话？他可能不知道，他现在在我眼里有多可怜，眼底盛满了惶恐，又带着孤注一掷的绝望。这一刻，我相信了他还爱我，只是这爱太让人膈应，我已经没法再捡起来了。你伤不了我。我叹了口气，别闹得这么难看。傅芝芝，都是你自找的。忽然有泪砸到了地上，一滴接着一滴，顺着脸颊滑落。傅芝芝放开了手，转身背对了过去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走吧。他尽力维持着自己的体面，可声音的颤抖却怎么也止不住。我喉咙里的话滚动了半晌，终究还是没说出口，只化作一道叹息。拉开门，还没走远，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道压抑的哭声。我知道，我和傅芝芝的5年彻底结束了。离婚冷静期后，傅芝芝没有拖沓，和我去了民政局。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，想到外面等着我的少女，心情明媚极了。收拾好东西，正打算往外走，傅芝芝跟了上来。她盯着民政局门口那棵系满红丝带的大树，眼里是道不明的眷恋。阿燕，你还记得咱们当年来领证时系红丝带的事吗？怎么不记得呢？当年流行系红绳许愿，民政局门前这棵100年大树挂满了红丝带。傅芝芝担心系的低了被别人扯掉，找工作人员借了个梯子，让我一步一步爬到最高处。那红绳绕了枝干一圈又一圈，她仍觉得不够牢固。我笑她傻，说这根本没有必要。她却很严肃，这种东西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都说要机构99天，万一没系牢，她散了，你也离开了怎么办？一想到那场景，我就觉得心痛。如今抬眼望去，那根丝带早已不知飘到何处，人世也早已不复当初，并不想和他一起追忆过往。我点头，态度冷淡而疏离。记得。你还有事情吗？没有，我就先离开了。江书意还在等我。傅芝芝伸出的手又默默垂了下去。没事，我只是想和你说句对不起。好的。我转身离开，傅芝芝却再次叫住了我。你知道吗？蒋峰其实早就知道你和我的关系，他闹着要我配合他，又偷偷发朋友圈。你觉得这些事和你那小女友脱得了关系吗？我愣了愣，看向不远处笑着朝我挥手的江书意，一下子就释怀了。没关系，有点小心机的他也很可爱。高中时，我会绕过整个走廊，从他的窗前走过，只为在转身的片刻用余光打量他。他一定不知道当时我的表情有多么羞涩，意图有多么明显。后来我一路过，我的朋友们都会起哄，他也渐渐注意到我了。后来我们顺其自然的在一起了，他越来越爱我。我温柔体贴，他觉得我会爱他一辈子。可这种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？好像是结婚第2年，我永远一个模样，他几乎从未见过我发脾气的样子。和我在一起的生活很美好，但总是缺少一点波澜。他开始羡慕他的朋友们，他觉得那样的日子很鲜活。后来在别人的介绍下，他认识了一个流量小生，他和我完全是2种类型，脾气火爆，热烈奔放。和他在一起，他的情绪想爆发就爆发，不用压抑克制分毫。他在那世上也花样百出，让他感到十分新奇。老实说，他很喜欢这种感觉。后来没过多久，他俩的事被我发现了，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我情绪爆发。我咬牙切齿骂了他一顿，说要离婚。那个时候他真的慌了，可最后我还是没有离婚。她想起闺蜜和她说的话，我那么爱她，怎么舍得离婚？而且有钱人外面有几个不很正常吗？我会慢慢看开的。后来她试探着又出轨了几个，我果然没有再闹了。她知道我不高兴，但她痴迷外面那种刺激，反正我又不会离开她，她没有必要担忧。时间又过了几年，她遇到了蒋峰，18岁的小男生正是热血满满的年纪，他的侧面神似我，和他在一起总有一种回到高中时的感觉。蒋峰喜欢发小脾气，但又会拿捏得恰到好处。傅芝芝也乐意哄着他，但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更差。傅芝芝想缓和一下我们的关系，于是她问我要不要尝试一下开放式婚姻。她其实打心底相信我不会尝试的，但这可以减少她的愧疚，又能显得她没那么自私。可她怎么也没想到，我外面居然也有人了。她看见我和别的女人站在一起的时候，不可置信，被背叛的痛苦全部席卷而来。她想破口大骂，想扯掉我拉着女人的手，可她自己好像也是那样，她好像没有资格做这些事。她气冲冲地回了家，我却连解释都不想给她解释，脑子里思绪转了又转。最后她明白了，我可能就是借着那个女生来报复她，让她吃醋而已。傅芝芝觉得我根本不爱那个江疏意，
这么一想，他心里好受多了。但我居然要为了那个江疏意跟他离婚。我说起江疏意时，眼底的温柔都要溢出来。他已经很久都没看到我这样的表情，他有了危机感。蒋峰说想要一个浪漫的生日宴的时候，他突然就想到了一计：如果蒋峰向他求婚，我会不会害怕失去他？我那么爱他，我们还有这么多年的感情。傅芝芝以为我会选择他而离开江疏意，到时候他只要表示不想失去我，我就顺着他，和他重新开始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我选了江疏意。我逼着他分手，他也不肯。我看着他狼狈挣扎的时候，他的心仿佛被烈火灼烧。那时他才明白，他错得太离谱，已经彻底失去我了。最后傅芝芝还是和蒋峰分手了，他无法面对，只要一看到我，他就会想起他对我的伤害。蒋峰拿了一大笔分手费，然后告诉他，他早就知道了我们的关系，他也知道自己和傅芝芝根本走不到一起，所以他接受了江疏意的委托。那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女人，才是最黑心肠的。我走后，傅芝芝为了克制那入骨的思念，她开始找寻长得和我像的人。每次那些微末的相似之处，都能让她幸福很久。但这些人毕竟都不是我，她腻得很快，换男朋友基本上不超过1个月，她好像一辈子都得不到真心了。她借用这样的方式惩罚着自己，放纵着自己。后来我和江疏意有了女儿，傅芝芝在车内看着我们一家3口幸福的逛街时，她突然也想有个家。傅芝芝决定回头去医院做了个全身检查，却发现自己染上了艾滋。或许不只是在此刻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她就没有回头路了吧。我跟他15年恋爱长跑，陪他从无到有。我们好不容易订婚，却在2天后发现了他和他妈妈与他白月光的相册。我想不通为什么伺候了他妈妈8年，也想不通我为什么喜欢了他15年。我悄悄撤销下一阶段的康复治疗项目，变卖了所有我花钱买的东西。江小姐，你确定康复项目以及专家问诊全退吗？是，都退了。我电话挂断。我看了看相册，又看了看松了的床头柜，要不是这块木板松了，我恐怕一辈子都发现不了这些照片。我数了一下，整整90张，从漫天飞雪的长白山到波光粼粼椰滩，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脱俗隐士的鼓楼，一年四季，全国各地，各不相同的背景，雷打不动的3人组，还有隔3差5梁启柏在照片后面写下的求婚话语：暖暖，嫁给我好吗？我摩擦着字迹，甚至能想到当时梁启柏会怎么做。只可惜我不是照片中的女孩。我缓缓吐出一口气，我和梁启柏是大一时正式在一起的。那天，梁启柏立下壮志豪言，要20年内走遍祖国大好河山。我一直以为他忘了，毕竟他没有带我旅游过一次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明白，当年的那句话压根不是说给我听的，是说给他的青梅莫暖心听的。8年前我放弃外企机会时，朋友看我的眼神很复杂。他说梁启柏若真有心，就该自己想办法照顾半身瘫痪的母亲，而不是直接让你与他又哑又瘫的妈见面。我当时没有听进去，可偏偏一语成双，我像傻子一样活了15年。我断断续续地呼吸着，胸口堵得难受，不知是因为梁启柏的欺骗，还是气自己的迟钝。我平复了好一会情绪，才将相册塞了回去。我第一时间把这间房子水电费的自动续费给关了，又给自己订了2天后的机票。这些年，为了更好支撑梁启柏妈妈的康复费用，我除了接海外翻译的活，还给附近的小孩辅导外语。突然暂停辅导，总该当面和家长解释一下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打开跟梁启柏的聊天框，准备提分手，却发现他2个小时前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，今天是他们回来的日子，也是那本相册即将拥有第91张照片的日子。梁启柏发语音问我到哪了，我反复听了3遍，终是没忍心让他和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在郊区待着，边骂自己窝囊，边换衣服出了门。等我赶到机场时，我看到了莫暖心。我没下车，按了2声喇叭。梁启柏注意到了这边，敲了敲车玻璃，示意我赶紧下来搬人，而他则是绅士地拉开车门，让莫暖心坐了进去。我通过后视镜看向后面的莫暖心，许是察觉到目光，他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，露出了手指上的钻戒。嫂子好，我和柏哥从小一块长大，这次偶然遇见了，干妈就邀请我一起回家。你别误会，如果是之前，我多多少少会不高兴地点他2句，都是女人，是勾引还是正常接触，我还是能分得清的。可现在我只是无所谓地笑了笑。梁启柏推着他妈过来了，拉开副驾驶的门，把他妈放了进来，随后看着还坐在驾驶位上的我，讥讽道：你腿断了还是耳聋了？梁启柏拧眉不满，隔着副驾驶要拉我。莫暖心连忙要下车说交给他就行，你别下来，这东西这么重，你没弄过贸然用力伤到肌肉怎么办？一瞬间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耳边炸开，苦涩溢满胸腔，浑身的血好像都停了。原来他是会关心人，原来他也是知道那个东西沉的。当年他觉得折叠轮椅不安全，电动轮椅太贵，非要买个实心的。我每次上下台阶时总拧得胳膊疼，曾经我无数次和他强调换一个轻便的，可总是被他以他妈安全为由义正言辞的拒接，甚至在我自己掏钱买电动轮椅时，也会被他扔掉。8年了，我的手臂早就落下暗伤。我从一开始的生气和委屈，到最后的妥协，甚至自我欺骗，他只是不懂，他只是觉得我可以。可现在我彻底骗不了我自己了。梁启柏的妈将手搭在我胳膊上，用着一副疼惜的眼神看着我。若不是我看到了照片背后他给梁启柏和莫暖心写的话，我是真的以为他把我当成亲囡囡，但事实是在他眼里，只有莫暖心才配当他的儿媳。莫暖心下了车，不知道在梁启柏耳边说了什么，
一路上，两人坐在后排低声附耳，时不时露出些恋人间的调笑。梁启柏的妈妈也扭头微笑，整个车上仿佛只有一个多余的司机。我还是乱了呼吸，止不住地踩着油门，一次次加快车速。梁启柏是教师，我却居家办公，为了不打扰他工作，也为了及时发现他妈妈的需求，8年来我都是和他妈妈睡在一间屋子里。而眼下，梁启柏去了客房，莫暖心去了次卧，我盯着天花板出神。片刻后，起身拿起了梁启柏妈妈的手机，习惯性地按上自己的指纹解锁，居然被锁屏了。用对方的指纹打开了手机，却是另一个界面。梁启柏和莫暖心的照片就那么明晃晃地亮着，刺得我眼疼。我打开他和梁启柏的聊天框，两人句句不离莫暖心，一笔一划皆是疼惜。我看到了3天前的一条消息，妈，姜穗慈又问我结婚的事情了。我问了律师，和他结婚百利而无一害，但您放心，儿子知道您到底满意的是谁。不愧是妈生的，脑袋就是灵光。咱家2代从师，怎么也算半个世家，再怎么论也不会娶姜穗慈这种连正规学校都进不去的女人。我滑屏的手指顿住，世界霎时安静到了轰鸣，手机也顺着手心滑下。我想将它放回原处，可身体却止不住的发颤，泪水顺着眼角滚落。我下意识的想抱住自己，我以为梁启柏在我生日那天提订婚，是想给我一个惊喜，没想到只是确定好了自己不会吃亏。难怪呢，没有彩礼，也没有3金，亏我还傻傻的以为他是想结婚当天给我。第2天是梁启柏他妈妈做神经康复以及挑喜糖和婚纱的日子。一觉醒来，那老太婆正伸手在自己鼻子面前扇风，我知道那是让我给她换纸尿裤的意思。见我看过去，她立即露出自责又愧疚的表情，但我看过她的手机记录，记得她言语里的不屑，不会再对她的反应产生一丝一毫的怜悯。今天我不会给她换，以后更不会。我吃完早饭出门去见了学生家长，明天就要走了，今天得和人家解释清楚，家长不愿意让孩子更换老师，问我能不能以后线上授课。得到肯定答复后，当即表示请我吃点东西，并商量下线上授课的具体形式。而在餐厅，我遇见了梁启柏和莫暖心，两人紧挨着坐下。梁启柏绅士的把莫暖心的头发别到耳后，我没过去，我想给彼此留点体面，跟学生家长交流完细节，打算走时，梁启柏看到了刚站起身的我。姜穗慈，今天是我妈做检查的日子，你一个30多的中年妇女就为了吃醋监视我，让我妈一个又哑又瘫的人自己在家自生自灭，你现在立刻给我回去，要真耽误了我妈的治疗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和我结婚。但我也懒得和她声嘶力竭，正过身朝家长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不好意思，耽误你离开的时间了。梁启柏眼底闪过一丝愕然，随后是被忽略的暴怒。我跟着家长离开了，梁启柏许是以为我心虚要回家伺候他，声音也不再暴怒，而是换成了懒散的讽刺。明明和暖暖一样的年纪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比人家差这么多，邋遢成这样，也就我还念旧情要你。我猛然顿在原地，我过往的15年到底都在做什么？我回过头，他们两人已经坐了回去，见我看过来，莫暖心还往梁启柏那边靠了靠，梁启柏也没说什么，手自然地落在了对方腰上。换做以前，我绝对难受，说不定还会冲上去给他一巴掌，可现在突然就没感觉了。我没说话，转身去了二手家具回收处。我曾经真的想和梁启柏共度余生，也曾怕梁启柏的妈妈一直好不起来，我们也一直买不了自己的家，所以那栋房子在我住进来后添了好多的东西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早就把那里当成了归宿，可现在我要走了，那些东西也该被收回来了。晚上我刚收拾好行李，两人约完会回来了。嫂子，你别不高兴，柏哥就是不知道女孩子喜欢什么样的喜糖，这才拉我一起去逛的。说着给梁启柏使了个眼色，又看向我笑了一下，便朝次卧走去。梁启柏将塑料袋放在了我面前，弯腰时露出了领口内翻处的口红印，他眼底有几分愧色，开口没了先前的讥讽，每种都要了点。你挑挑看喜欢哪种？我瞥了一眼，里面不是散糖，也不是喜糖，真够敷衍的。梁启柏嘴抿了又抿，似乎是刚偷腥后的愧疚，让他罕见的没有当场发作，而是好脾气的又从口袋里拿出了一管药膏。白天我就是想给你个教训，我妈年纪大了，经不起你折腾，拿着吧。特意给你挑的护手霜。我低头看了一眼，栀子花味，莫暖心身上的味，不用了，我不喜欢这个味道。接二连三的拒绝，梁启柏耐心彻底耗尽，直接把护手霜摔在了地上。姜穗慈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你把我妈独自扔家里，你还有理了？你是不是以为订了婚你就是家里的女主人了？暖暖是我妹妹，她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我陪陪她怎么了？就一个糖非得和你买才叫喜糖是吗？梁启柏说完，他摔门进了次卧，从始至终他都没留意到沙发旁的行李箱，更没有留意到私下里少了的东西。看了眼时间，我提前打车去了机场附近的宾馆，8年来头一次自己睡一张床，激动的我一宿未眠。次日早早到了机场，我坐在大厅里刷起了朋友圈。我之前一直很忙，忙着伺候人，忙着挣钱，眼下突然静下来，连刷朋友圈的手都带了些无措。梁启柏昨天下午更新了一条朋友圈，年少的梦终将圆满，配图是情书和电影票。我顺手点开梁启柏的聊天框，分手的消息还没发出去，他电话就打了过来，按下接听。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
对面语气着急的质问：谁允许你把下个疗程的康复项目取消的？现在是治疗的关键时期，一旦取消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。你立刻给医院打电话把费用续上，30分钟内如果办不到，婚礼取消。电话猛地挂断，我嗤笑一声，他要是真在意，给我打电话的功夫就把那几万块钱交上了。我神情淡漠地给他发了分手信息，转身上了飞机。分手的心痛虽然后知后觉地刺激我的神经，一遍遍为我惋惜过往15年的青春，可我脑中更多的是对行程重点的期待。目的地不是飞机能直达到的，他需要在下飞机后换乘其他交通工具。我在镇口下了车，搭上当地的小三轮，坐上露天小三轮的那一刻，我蓦然生出一股子浴火重生的释然。这里与过往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建筑不同，美食不同，服饰不同，人也不同，仿佛我又回到了大学，仿佛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。我缓缓吐出一口气，伸开双臂，感受微风划过肌肤。到了地方，我根据村民的指引朝着茶园走去，同时也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。接通后发现是莫暖心，对面带着哭腔，语气里全是着急。嫂子，你在哪？伯母摔在地上了，百哥去上班了，我一个人抬不动伯母。那天晚上我看聊天记录时，手机就自动打开了省电模式，想来老人要给手机充电的时候摔了下去。想起登机前梁启柏电话里的威胁与着急，估计他都没想到我不仅没交钱，连回都没回去，心底忍不住替自己感到不值。我淡淡开口，抬不动就给你百哥打电话或者打急救，给我说有什么用？我迈开步子继续朝茶园走去。大二时第一次见到满山的茶，我生出了留下的念头。我站在山坡上，刚想规划未来，莫暖心的电话又打了过来。嫂子，你快回来了吗？百哥马上要开公开课，回不来。伯母一动不动的。我有一瞬的错愕，没想到梁启柏竟然会拿他亲生母亲的安危做赌，出了这种事竟然还能气定神闲地参加公开课，那我就更没有管的必要了。我回不去，你要打急救就打，不会就向上天祈祷吧。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，反手将莫暖心的号码拉进黑名单。这一刻，我忽然有些庆幸，我和梁启柏只不过是男女朋友，要是我已经和他结了婚，想走却不能这么干脆了。本以为好不容易和我分手，再加上他妈的病情，我和梁启柏短时间内不可能有任何接触了。可没想到，我刚在镇上旅馆里迷迷糊糊的躺下，他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我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，条件反射的就想挂断，可颠簸了一路，困意袭来，我迷迷糊糊的点了接听。下一秒，他失去耐心暴怒的声音在这间小屋子里响了起来：将碎辞你，什么意思？不交治疗费就算了，你还把家具给卖了，我不就是忘了和你去置办婚礼吗？暖暖大老远跑过来，我陪他看个电影吃个饭，怎么了？我和暖暖从小一起长大，睡一觉又怎么了？你该庆幸我妈这次没什么大碍，我也成功评上了特级教师，不然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我猛吸一口气，压下想将手机扔出去的烦躁。梁启柏，我冷声道，你是看不到我给你发的消息吗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们梁家的事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别给我打电话了，不然我就找律师起诉你们，要求退还以前的治疗费。没等他开口，我直接挂断电话，反手将他的电话也拉进了黑名单。这是我第一次和梁启柏彻底撕破脸。挂断电话后，觉得身上的疲惫都减轻了大半。等我从深度睡眠迷迷糊糊要醒来时，又一则电话打了过来，以为是村长问我到了哪里，没想到是梁启柏他妈打来的视频电话。对方穿着蓝白色的病号服，红着眼，颤颤巍巍的给我打着手语。我挑起眼皮看了一眼，大致在问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，如果有需求一定要提出来，一家人要一起克服。这老太太是挺会演的，不然我也不会心甘情愿地照顾她这么多年。我在床上翻了个身，出声道，确实遇到困难了，缺个几百万，你帮我凑吧。对面沉默了几秒，随后莫暖心的声音响了起来，嫂子，你是不是因为我跟柏哥吵架了？都是我不好，你别跟他吵架了，他找你都快急疯了，到处找人问你的位置，你在哪？我去接你吧。我伸手将视频切换成了语言，直起身子从床上坐了起来。梁启柏找我，绝对不会是为了挽回这段他毫不在意的感情，他找我无非是想把钱都用来他们一家3口旅游。于是我开口冷声道，你已经赢了，没必要在我面前演戏试探了，放心吧，我和梁启柏已经彻底结束了，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去了。你既然那么喜欢他，就趁早和他结婚，这样你也就不怕有别的女人让他日久生情了。说完，我挂断电话，将联系方式加入了黑名单。洗漱完，我再次坐上小三轮朝村子驶去。昨天村长问我是不是喜欢种茶，他允许我随意上山选一块地种茶。我想了又想，发现自己喜欢的是满山的茶叶，是他们绿意盎然的样子，是他们飘香的样子。我想生活在这里，帮他们销售，让这片茶园永远生机盎然。此时各色新鲜的事物让我将一切都抛之脑后。偶尔看到一对你侬我侬的情侣，我才醒悟15年前他和我在一起只是因为没了更好的选择。那年他父亲欠钱病逝，从小恩爱的青梅也与他分手，他无路可走。8年前，他虽研究生毕业，开始步入工作，可他妈妈瘫痪，他舍不得我这个劳动力。梁启柏对我从最开始就没有爱意。3个月后的一天，我结束茶园的指导任务，准备回去时，意外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我神情不悦地连起了眉，刚想从另一条道路溜走，一旁不知情的村民热情地给他指了我的位置。
江穗慈，你这么躲着我有意思吗？我们已经订婚了，算是半个法律上的夫妻，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？我没想搭理他，转身走向一旁另一条陡坡，打算避开他。可梁启柏已经通过后面小路大步走了上来，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。你没事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干嘛？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精力才找到你？要不是你大学室友说你很喜欢这里，我到现在都找不到你。梁启柏的声音克制又暴怒，说到最后他的声音又带上了些无奈。你要取消订婚？为什么？我不是已经和你解释过了吗？暖暖就是我一个妹妹，你要是不喜欢我，日后不见她就是了。你别闹了，妈的病情加重了，现在谁也不见，天天就盯着门，看是不是你回来了。我嘴角划过一抹冷笑，用力甩开他的手。别说他妈，就算是他快死了，我都不会有一丝心疼。分手还有为什么？不喜欢了呗。梁启柏，好聚好散不好吗？你自己干的什么事情还用我说吗？整整91张长达8年的3人组照片，后面都有你求婚的笔记。你深情至此，连钻戒都早早的给他买了，还来我这装什么？话音落下，梁启柏脸色瞬间惨白，下一秒就成了红温。你趁我们不在偷翻东西。江穗慈，那是我家，谁允许你乱动的？我忍不住嗤笑出声。梁启柏，你还真是让我看不起。那既然是你家，我为什么要回去？许是意识到自己失态，梁启柏的脸色缓了缓，想再拉我的手，我往后退了一步，眼里是不加掩饰的厌烦。你回去吧，和莫暖心好好过日子，别再来找我了，挺恶心的。15年里，这是我第一次当着他的面态度明确，语气决绝，可他却依旧笃定了我在吃醋，声音软了下来，甚至带了几分讨好的意味。你跟我一起回去，相册的事情我可以和你解释，那不是我的本意，你知道的。我妈喜欢他，所以我才配合着拍照片。我们之前已经15年感情了，不是亲人，但胜似亲人。这么断掉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我揉了揉太阳穴，满脸烦躁。你听不懂吗？我们分手了，我不会跟你回去的。我也一点都不觉得可惜，和你相处的那15年是我人生最大的污点。似乎到了这一刻，他终于明白我不是在和他开玩笑，伸出手想拉住我，我直接推开，大步离去。梁启柏刚追了2步，手机铃声却响了。梁启柏接了电话，语气带了些许不耐烦。又怎么了？柏哥，家里突然停电了，连网都没有了，会不会是有人在外面蹲点？柏哥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本以为梁启柏会离开，可没想到他在镇上留了下来。自从上次他意识到我不是在和他开玩笑后，态度比以前好了不少。我们2个的关系似乎又回到了最好的那一段时间。穗穗，我记得你读研那会就喜欢吃这个小香菇味道的包子，我买回来了。我看了眼包子，突然意识到我该换地方了。我喜欢的是一眼无边的茶园，可天下偌大，不光只有这一个茶园。见我没说话，他将手机横屏摆在了我面前，耷拉着头也不说话。我看向屏幕，里面正是他妈，脸色暗沉，眼睛里还有红血丝，精神低迷。瞧见我正在看他，连忙打起了手语，话里话外全是对我的思念与悔恨。他说他知道错了，是他老糊涂了，他想让我回去，他不想住院了。这里照顾人的护工压根不把他当人看。我突然反应了过来，合着梁启柏留在这是他妈妈逼的。莫暖心肝不来伺候人的活，给他找了个超低价护工，可护工是一个负责好几个的，丝毫不维护他的自尊，只保证他身上的干净。关我屁事，你要是为这事留在这就可以走了。穗穗，毕竟15年，你就一点情分都不顾了吗？那我给你打折，1月5万，我就跟你回去干之前的活。梁启柏不说话了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我。我闲碍眼直接关上了门。第2天，梁启柏就走了，我乐得清闲。又过了2个月，听到梁启柏妈妈在1周前突然去世了，而她去世后，梁启柏和莫暖心快速领了证。我解开黑名单，一则则消息立刻弹了出来，都是梁启柏妈妈发的。我快速浏览着，最终停在了最后一封短信。那道很短的字上：穗穗，奶奶的肉有虫了，活不了了。我说不出来到底什么感觉，默默将手机熄了屏。他死后100天，我还是回了那座城市，说不清原因，可能是死者为大，也可能是他生命最后给我手机号充的那8314块钱，又或者那8年他只是骗了我，但过程中并没有折腾我，他是真的想重新站起来。吃药锻炼也都是那群病人中最积极的。我向室友打听了墓地，过去给他送了一束花。回去的路上，我见到了梁启柏，此刻却是精气全无的样子。莫暖心也在旁边，他倒是和以前没什么两样，就是脾气变得暴躁了些。我们之前说好了的，1个月去旅游1次。梁启柏，你这是第几次放我鸽子了？你以为我想，你但凡能和穗穗一样把家里处理好，我至于现在这么累吗？我不求你和他一样能挣钱，你就把我衣服收拾好就行了。梁启柏说的暴躁，那份厌烦和之前对我时简直如出一辙。莫暖心气急，当即甩了他一巴掌。是你说的，你能养我一辈子，我为你把工作都辞了，千里迢迢来找你，你就这么对我的吗？我笑了，眼中不带一丝温度。梁启柏当然能养莫暖心一辈子，可前提是有人能给他交房租水费，给他花柴米油盐，这样他才能把所有的钱都用在浪漫上。我不想看见他们，
转身离开了。可没想到过了2条街，意外和梁启白打了个照面。他看到我先是震惊，随后立刻红了眼眶。碎碎，你原谅我了对不对？我以为我会觉得恶心，可真面对面见上了，却只有茫然与生疏。碎碎，我错了，你给我个机会好不好？我从你那回来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常常在家里看见你，仿佛你从没离开过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但我也是有苦衷的。我爸早死，我妈抚养，我不容易，我不能一点不考虑他老人家的感受。碎碎，如果当时我及时和你坦白，如果我早点和你求婚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好好的？他提到求婚，我停下了脚步，摇了摇头。你不会，朝三暮四是你的本性，你今天后悔无非是因为你的青梅染了烟火，坠了地，发了霉。他猛吸一口气，瞪大眼睛盯着我。碎碎，我们15年的感情，你真的能彻底舍下吗？我嗤笑一声。梁启柏，你毁了我15年青春，若15年后的今天，你对我依旧有今天的感情，我就原谅你。真的吗？梁启柏似乎很激动，眼里的泪簌簌滚落。我看得无悲无喜，只想快点离开。15年后，他能找到我再说吧。我去医院体检被他插队，他打电话摇人，不曾想，他电话摇来的人却是我1年未见的老公。看着老公小心翼翼护着他，我才猛然意识到自己被戴帽子了。我和老公已经1年未见，刚看到他急匆匆往这来的身影时，我既惊喜又疑惑，联系他的电话还没打出去，他怎么知道我在医院出事了？我扬起笑脸，刚要朝他迎上去，却有另一道娇弱的身影越过我，先一步扑到了他怀里。老公，你总算来了，再不来我就要被别人欺负死了。女人哭着娇嗔，半点没有刚才和我吵架时凶悍骄横的模样。我愣在原地，看着两人相拥的身影。司芷渊是她老公，那我老公是谁？司芷渊此时眉心紧蹙，正小心抹着女人的眼泪，她眼中的疼惜快要溢出来，向来一丝不苟的衬衫扣子都歪了一颗，一看就是出来的太匆忙。乖，不怕了，老公过来了。他把女人护在怀里，又小心照看她的肚子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女人孕龄应该已经有7、8个月。闻言咬了下嘴唇，委屈道：“好像是有点疼。”司芷渊的脸色顿时变了，冷声嘱咐他身旁的人好好处理这件事。欺负我宝宝的人，我不希望他有好下场。等人应了声，他已经一把搂着女人大步离开。医院的人众多，无数双眼睛都看着这一幕。他毫不在意这些显眼的举动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，他的满心满眼都只有那个女人和他肚子里的孩子，以至于我就站在不远处，他却一眼都没有朝我看过来。闹剧结束，人群终于渐渐散了，留下帮司芷渊处理事情的发小正要找人算账，一抬头看到我的脸，他顿时愣在原地。嫂子，听了这个称呼，我只剩下苦笑，腿像灌了铅一般，满脑子都是刚才的画面。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异国1年，我老公在外面有女人了，也许从我出国起，他就将女人养在了身边，连他的发小朋友都毫不避讳，他们有了新的嫂子。那我呢？也许是我的眼眶太红。陈露舟朝我走过来，脸上有些尴尬。那什么，渊哥他就是逢场作戏，现在嫂子你都回来了，这些乱七八糟的他肯定会解决的，是吗？我的视线模糊，嗓音发着涩，真要解决，还会让孩子生下来？陈露舟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了。我的心如同一团乱麻。我和司芷渊年少相识，家庭联姻，我本以为这是上天赐给我最完美的一段爱情，可没想到也仅仅只是一段。事情已经发生，我没法当不知道。低下头，飞快擦去眼角的泪痕。我开口道：“如果你觉得对我有所亏欠，那就帮我个忙。”什么？别跟司芷渊说，我今天来过。说完，我不顾他复杂的表情，径自离开了医院。我手中的检查单厚厚一沓，如今再看，只剩下讽刺。如果说我们的婚姻有什么缺陷，那就是孩子。我们也曾是圈中的模范夫妻，虽是联姻，却有青梅竹马的感情。司芷渊待我处处体贴，从未有过一句重话。身边的朋友和亲人都说我嫁对了人，可惜结婚6年，我都没有怀孕。在国外1年，我除了解决司芷渊公司的危机，还一直在找医生调养身体。现在不用了，有人替他生了。将手中的报告单尽数扔进垃圾桶。我打开导航，去了一家律所。一路上，各种画面在脑海中闪过。大4是司芷渊在操场上跪下向我求婚。到了律所，律师被我的脸色吓了一跳，对着镜子，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唇色苍白。我向律师咨询离婚，我刚在国外签下一个大单，如果现在跟司芷渊离婚，我会损失一大笔钱。律师听我说完情况后，劝我再考虑考虑。这个时候离婚不是个明智的选择。没事，你帮我拟好协议就行。我冷静道，跟司芷渊的婚姻已经走到尽头，我和他已经没可能。下午我就带着协议去了公司，刚推开办公室的门，迎面就撞上司芷渊，他手上还拿着公文包以及一个小行李箱。看见我，司芷渊面露惊讶，生生，你回来了，怎么不叫我去接你？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他便又一脸歉意的自顾自道，我没想到你会这时候回来，这几天邻省那边有个合作需要去谈一下，我等会让司机送你回家，你在国外辛苦了，好好休息一阵子。
如果不是看见医院里那幕，我可能真就信了司芷渊的鬼话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看不出一丝撒谎的痕迹。我不禁想，司芷渊的演技如此炉火纯青，何必创业开公司？去混娱乐圈说不定都能拿影帝回来。司芷渊，我们离婚吧。大概是我的语气太过平静，他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反而无奈地笑了笑，伸手想摸我的头。别闹，乖乖在家等我回来。我轻轻歪头躲过他的手。司芷渊落了空，表情微正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手机却在此刻响了。他看了眼来电显示，面色一变，丢下一句生生乖。我来不及了，有什么事回来再说，便急匆匆地离开。我在办公室环视一圈，1年未见，这里多了些小玩意。望着办公桌上随意放着的口红，还有文件夹夹缝里的贴身内衣，我冷笑，他们玩的还挺花。我眯起眼睛，想起那个女人的大肚子，应该得有7个多月了。算算时间，在我离开前，2人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暗度陈仓。我一出国，她就怀上了，哪有这么巧的事？恐怕出国都是司芷渊安排好的，为的就是支开我，好让他的私生子顺利出生。我想起自己曾经因结婚多年未能怀孕而向司芷渊表示愧疚时，男人温柔哄我的话语，怀不上也没关系，我只要有你这个小宝贝就够了。那时还感动得直流眼泪，现在想想，司芷渊分明打着我不能生就找外面女人生的主意，真是可笑。司芷渊每天照常给我打视频发消息报备，他说他很忙，累得要死，回酒店倒头就睡，还说想我，下次出差一定要把我也带上。我一条都没回复，手机上全是私家侦探发来的照片。司芷渊压根没有离开本市，这些天他一直陪着那个女人，2人蜜里调油，宛如一对新婚夫妻。两边信息对比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司芷渊有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兄弟。司芷渊出差1个礼拜，终于回来了。我发消息说在公司等他。办公室里，司芷渊推门进来，看见屋内的情景顿了顿，然后若无其事地笑着问我怎么约在这儿了，还把大家伙都叫来。被我召集来的董事们也是一头雾水，但瞧出气氛不对，个个都没出声。我没回答司芷渊，只是平静地从包里抽出一沓文件，一份份平摊在桌面上，股权转让协议、公司代理人转让协议，以及最后的离婚协议书。司芷渊嘴角的笑意在看见最后一份文件时彻底僵滞。半晌，他扯扯唇角，生生，你怎么变成女强人了？我语气淡漠，你看下合同吧，没问题就签字，我们离婚。司芷渊表情微僵，很快又恢复过来，语气无奈又宠溺，生生你别胡闹了，大家还要工作呢，各位董事都散了吧，我们夫妻聊点私房话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却没一个感动的。司芷渊见状，只能从我入手。他从包里摸出一个蓝丝绒盒子，生生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我的目光落在那串项链上，中间的蓝宝石如同大海，宁静幽深。司芷渊轻声道，你不是说特别喜欢这条项链吗？我托了很多人才买到。谈恋爱时我说过想拥有一条蓝宝石项链，因为那是我的幸运石，我坚信它会为我带来好运。等我们婚礼上，我就送你一整套蓝宝石饰品，好不好？司芷渊搂着我的腰，吻我耳垂，我笑着和他拉钩。但婚礼上，他并未履行承诺。其实以司芷渊的能力，想弄来一条蓝宝石项链并不困难，可他并未真正放在心上，此刻拿出来，却是心虚后的补偿。我忍不住猜测，或许以往他给我准备的每次惊喜背后的原因都是愧疚或者心虚。我强忍下胃部翻涌的恶心感，签字吧。司芷渊脸上的笑意褪去，神情终于凝重起来。他看了我半晌，你认真的？我从包里拿出一沓他和那个女人的亲密照片，甩在桌上，你说呢？照片上的男女举止万分亲密，就算是不知情的人看一眼也明白怎么回事，更不用说那个女人还挺着大肚子。司总，这照片上的女人是怎么回事？说话的董事和我父母相熟，算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。司芷渊抿了抿唇，看着我，表情冷静。生生你误会了，他是陈陆州的人，我只是受托去照顾他而已。不信的话，我现在就把他们找来让你求证。他语气诚恳，仿佛真的是我弄错了。我笑了，将手机的扬声器打开，对着电话那头的人说，陈陆州对自己喜当爹有什么感受？电话那头的人沉默良久，似乎有点崩溃。生生，我是你们氛围组的一环吗？我望着已经僵住的司芷渊，唇角微勾，别这么说，可不是我把你拖进这趟浑水的。司芷渊慌忙上前，陆州，婉宁怀的不是你的孩子吗？你快帮我跟生生解释一下。我懒洋洋的讥讽道，是，要真是你的就赶快承认，别让我误会了。你芷渊哥，我们都要离婚了。在司芷渊期待的目光下，陈陆州艰难开口，对不起芷渊，这忙我真帮不了。随后就把电话给挂了。我嘲讽地望着面色煞白的男人，看来你的好兄弟不愿意帮你背这个锅。我伸手点了点桌上的离婚协议书，签了吧，别浪费大家时间。司芷渊摇头，不，生生你相信我这只是个误会。他急切道，我也不知道陈陆州为什么不承认，但生生咱们认识这么多年，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？我怎么可能做对不起你的事呢？他目光灼灼地盯着我，似曾相识的表情，在我们结婚当天他向我宣誓时也出现过，可恨当时的我竟没看出他的虚伪面孔。司芷渊，还记得上周在医院你说绝不会放过欺负你的宝宝的人吗？
我面无表情的起身，现在我就站在这，倒要看看你能给我什么不好的下场。司芷渊倏地瞪大眼睛，面色惨白。那天是你？我点点头，是我。司芷渊，我亲眼看见，你还想怎么狡辩？司芷渊还是说什么都不肯签字。我倒无所谓，反正他婚内出轨是既定事实，就算上法庭打官司，这婚我也离定了。可司芷渊却像着了魔似的，每天订花送到我新买的别墅，还有各种蓝宝石的首饰。我让阿姨把花丢进垃圾桶，阿姨看着有点可惜，问我能不能让她拿回去熏厕所。我大方的同意了。至于那些蓝宝石首饰，转手一卖，再将钱都贡献给贫困山区。司芷渊做人缺德，我可不能像他那样，晚上被闺蜜拖去酒吧。他向来是个混不吝的，随手点了3个男模，一个喂酒，一个摸腹肌，一个亲情献唱。我看着有点羡慕。之前跟司芷渊在一块的时候，我很少出入酒吧夜店，怕他会生气不喜。可能是为了补偿这么多年的空缺，我报复性的一口气点了18个男模，最后连闺蜜都震惊地望着我。我喝了口酒，望着面前清一色的腹肌，唇角微勾，拍张照片发朋友圈，姐也过上好日子了。很快便有人点赞评论，闺蜜抓着手机兴致勃勃，你说待会司芷渊看见会不会冲过来抓奸？我翻了个白眼，抓什么奸？我们都要离婚了，好吗？再说他都把别的女人肚子搞大了，还有脸来说？可事实证明，我想错了，人有时候真的就这么不要脸。司芷渊的电话接连不断，我被吵得不耐烦了。干嘛？生生，你现在在哪？是郭小小带你去那种地方的，对不对？那边的语气有些气急败坏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他不是什么好人，你少跟他接触。郭小小就是我闺蜜，我开的免提。他一听，秀眉一竖，用口型说着，他才不是什么好人。我挑眉，用眼神安抚他，示意今天的单我买了，小小才作罢，我在哪关你什么事？你要识趣的话就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，别最后闹到法庭上，大家里子面子都不好看。那边的司芷渊软了语气，生生，你到底想要我怎么做才肯原谅我？我听着男人卖惨装深情人设，感觉有些恶心。司芷渊，我不会原谅你，别成天做白日梦了。不会的，生生，我相信你还爱着我。他说的肯定，不然你为什么收下我送给你的花跟宝石？我嗤笑一声，懒洋洋道，你说这些花现在应该放在马桶旁边，至于蓝宝石，你要是想要可以再去市场上找找，价格也不知道会不会涨，也不知是不是被我的话给气到，电话直接被挂断了。闺蜜朝我竖大拇指，支棱起来了。我冲她举了举酒杯，喝了口新端上来的酒，不过一会脑袋就开始晕乎，我忍不住皱眉，这酒的后劲好像有点大。结完账，我跟小小说剩下的18个男模统统归她，准备回家。在门口等司机时，脑袋晕乎乎的，转头撞到一人的胸口，我轻嘶了一声，捂着被撞红的额头，忍不住抱怨了一句，什么东西这么硬？头顶传来道熟悉的声音，我还没说你脑壳硬呢。我大脑一懵，抬头看着来人，诧异出声，陈露舟，你怎么在这？陈露舟嘴角噙着抹笑，似乎是咬着后槽牙说的话，生生姐，你总不能把我当个工具，用完就丢。为了帮你，我可是连自己好兄弟都出卖了。我感觉脑袋晕晕的，没精力跟他闲扯，随口敷衍道，行了，有空请你吃饭。陈露舟却拽住了我的腰，俯身凑到我耳边，当时让我替你保密，转头又把我卖了。生生，你说的话我可不敢再信。他的气息落在我耳垂，有些痒，我想躲，身体却沉得很，只能含含糊糊道，你放屁，你都不知道帮司芷渊打过多少次掩护，我坑你一次怎么了？你跟姓司的一样，都不是什么好人。意识逐渐模糊，隐约间我仿佛听见一声叹息，再次醒来，我发现自己躺在陌生的房间里，我看着身上已经换过的衣服，一脸懵逼，不是，我不会酒后乱性了吧？醒了，我猛地抬头，陈露舟，怎么是你？斜倚在门边的男人手里还端着个杯子，好整以暇地看着我。闻言，他轻轻挑眉，怎么不能是我？见他走过来，我警惕拉满，你想干嘛？放心，我不吃人，也没禽兽到那个地步。陈露舟将手里的杯子递给我，蜂蜜水，先喝了。我抿抿唇，接过杯子。陈露舟可能是怕我不自在，丢下一句，等会过来吃饭，就走了。我闻了闻杯子里的液体，甜的，的确是蜂蜜水。昨晚的记忆一点点复苏，我一时摸不清陈露舟想干什么。洗漱完出来，餐厅的桌上摆着2份早饭，似乎是陈露舟亲手做的，卖相不错。吃完饭，陈露舟提出送我回家，刚要回答，手机却响了起来，是我妈打来的。我皱了皱眉，妈，生生，你现在在哪呢？芷渊给我们打电话说找不到你人。我爸怒气冲冲的声音从夹缝里飘过来，姑娘家的夜不归宿，不学好，昨晚的朋友圈我屏蔽了双方父母的。司芷渊还真是能耐，都学会告状了。刚准备开口，手机却被陈露舟拿了过去。宋阿姨，是我是陈露舟，生生姐现在跟我在一块呢。对，我公司有个新案子，想向生生姐取经。我隐约听见电话里飘来我父母的笑声，看着陈露舟娴熟的模样，我正愣住，这人到底想干什么？
通话结束后，陈露舟将手机递给我，解决了。我默默接下，有些尴尬。谢谢。男人唇角微勾，不客气，多请我吃顿饭就行。我嘴角微抽，还记着呢。最后还是麻烦陈露舟送我回了家。刚到家，司芷渊的电话就打进来了。我冷笑，我正要找他呢。接通电话后，我毫不留情，司芷渊，你有意思吗？跟我爸妈告状，怎么是嫌我没有告诉他们你在外面养小三和私生子的事是吗？生生，你别这么大火气，我只是怕你出事。我真是恶心极了司芷渊这副道貌岸然的模样，冷声道，我最后跟你说一遍，赶紧签字。生生，你知道我不会同意离婚的。这语气就像是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，莫名其妙。那就法庭见吧。我正要挂电话，司芷渊却说，等等，生生，是我妈想让我们周末回去吃个饭。我知道你现在不想见我，但我妈对你一直不错的，我们两家又是世交，你不会不给这个面子吧？我皱皱眉，不耐烦道，知道了，那我去接你。不用了，我语气冷漠，看在阿姨的面子上吃顿饭而已。司芷渊，你少烦我。周末，我如约来到司家，听着客厅传来的欢声笑语，我脚步微顿，询问一旁的管家，今天还有别的客人？管家来不及说话，就听见司母的声音，是生生吗？快请进来。我只好推门进去，一见客厅的情况，我嘴角的笑容淡了下去。阿姨好。司母似乎是没注意到我称呼的变化，走过来牵着我的手，笑盈盈地向我介绍，生生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苏婉宁，我新任的干女儿。婉宁，这是我儿媳妇宋生生。面前熟悉的女人抚摸着她的大肚子，面露惊讶与歉疚，原来你就是干妈说的儿媳妇，之前真是不好意思，当时身体有些不舒服，一时着急才插了你的队，希望姐姐别见怪。干妈，干女儿，司芷渊他妈知道这位干女儿肚子里怀的是自己儿子的孩子吗？若不知道，那事情就有趣了。若知道，这摆明了是场冲着我来的鸿门宴。我将手从司母手中抽出，淡淡道，你当时冲着我喊的声音那么大，我还真看不出来你身子不舒服呢。苏婉宁脸上笑意一僵，目光有些幽怨，这么说，姐姐是不肯原谅我喽？我没吱声，见她一副要哭的模样，司母忙打圆场，哎呀，都是小事，再说你怀孕了，生生她让着你一些也是应该的。生生你说是不是？我没吱声，司母嘴角的笑也淡了许多，阴阳怪气道，看来生生是不打算给我这个老太婆面子了。干妈，您别生气，我们心里呢都敬着您呢。苏婉宁挺着大肚子起身，贴心宽慰道。司母抹抹眼角不存在的眼泪，拍拍她的手，我老了就希望一家子热热闹闹的，可惜我儿子结婚这么多年，到现在都没个孩子。苏婉宁脸上的笑意更盛，轻声细语，您一看就是有福气的人，肯定会子孙环绕，颐享天年的。我站在一旁，好整以暇的看着他们演戏，也是佩服苏婉宁，怀孕8个月了还能这么舔。司芷渊端着一盘水果从厨房出来，你们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，看见我。他面露惊喜，生生，你来啦。他快步走过来，就想牵我的手，被我躲了过去。芷渊哥，我肚子有点疼。苏婉宁神色微滞，娇滴滴开口道。司芷渊看了看我，抿抿唇，最后还是站到女人身边。没事吧？他低声问。我假装没看到苏婉宁朝我投过来的挑衅目光，没事，就是刚才宝宝突然踢了我一脚。司芷渊看着苏婉宁的肚子，目光变得温柔，我只觉得恶心。司母还在一旁有意无意的用话点我，哎呀，婉宁可真是让人羡慕，要是我有一天也能抱上孙子就好了。忍无可忍，我直接摊牌，阿姨，您孙子不就在苏婉宁肚子里揣着呢吗？我皮笑肉不笑，怎么，司芷渊没告诉您，他婚内出轨，早就跟您干女儿睡了？气氛顿时冷凝，司芷渊神色难看，生生。司母打断了他的话，直直地看向我，生生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我也就把话说开了。婉宁怀的是我们司家的骨肉，你跟芷渊成婚多年都没能怀上，现在婉宁怀了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高兴什么？高兴我老公出轨，还是他给弄出个私生子？我只觉得这一家子脑回路都挺奇葩。司阿姨，既然您是这么想的，当年司叔叔出轨时，您怎么在家要死要活的逼他把人赶走呢？司母一张脸气得通红，可我生了芷渊，你都不能给我们司家延续香火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我毫不留情。怎么，对你来说，女人的价值难道就在于生育吗？别忘了，是谁帮司芷渊创业，帮他去国外解决危机，想用这一点来嘎我？做梦！你，司母指着我，浑身颤抖。司芷渊终于上前，生生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妈说话呢？我讥笑，哟，终于肯出来了，一直躲在妈妈的身后，我还以为你是巨婴呢。宋生生，司芷渊骤然拔高音量，我在，怎么了？我丝毫不怵，笑话，他以为谁嗓门大谁就有理吗？苏婉宁哭唧唧道，都是我不好，生生姐，我走，你千万别跟芷渊哥吵架。说着，他就抱着肚子往外跑。司母见状，那还得了，赶紧推着司芷渊上前，快拦住他，小心我的大孙子。苏婉宁到底被拦住了，
缩在司芷渊怀里，泪流不止。司母心疼坏了，你快哄哄婉宁，她情绪这么激动，对我孙子可不好。司芷渊也急得不行，他一直在哄，可苏婉宁就是觉得自己影响了我们的婚姻，想走还要把孩子打掉。我见缝插针，掏出离婚协议，司芷渊赶紧把字签了，苏小姐转正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影响了。这句话可是点到了苏婉宁的心坎上，她哀哀戚戚地看着司芷渊，见男人面露犹豫，她捂着肚子开始说疼。司母也在一旁催促，赶紧签呐，要那个不下蛋的母鸡有什么用？司芷渊就这样签了离婚协议，东西顺利到手。我麻利地准备离开，司芷渊却追了上来，生生，他深情地望着我，虽然我们离婚了，但我心中还是爱你的。我翻了个白眼，连话都懒得说，大步离开。听说我走后，苏婉宁是真被司芷渊的行为气到了，胎气大动，羊水破了，提前被送进产房。彼时我正跟陈露舟坐在一块吃饭，从司家出来就碰见他，这男人就像口香糖，压根甩不掉，他非要我还人情。我想想，反正也到午饭时间了，顺手的事。可当他把一沓资料递给我的时候，我懵了，这是什么？我望着第一张诊断书结果处，无精症3个字怔住了。陈露舟帮我切好牛排，司芷渊的体检报告，我当然知道这是司芷渊的报告，关键是这病你怎么拿到的？司芷渊他自己知道吗？我隐隐有种预感，司芷渊是不知道的。他要是知道自己有无精症，怎么会把苏婉宁肚子里的孩子当做自己的？等等，那苏婉宁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陈露舟耸耸肩，在后面。我赶紧继续往后翻，果然下面有苏婉宁和另一个男人秘密幽会的照片。我忍不住感慨，要说狠还是你狠，这是亲发小吗？看着自己兄弟头戴绿帽，陈露舟，你到底想干嘛？陈露舟目光灼灼地望着我，半晌，他勾唇一笑，没什么，就是想多给某人戴顶绿帽而已。我心情复杂地回到家，尽量让自己不去想陈露舟的那些话。听说苏婉宁的孩子已经生下来了，是个男孩，司母高兴坏了，连夜发了20多条朋友圈。苏婉宁的孩子100岁日前一天，我跟司芷渊去民政局领离婚证，他还是那副深情款款的模样。生生，你以后要是遇到什么事情就来找我，在我心里你是我永远的妻子。那应该用不着了。陈露舟下了车，一把将我揽进怀里，我暗暗瞪了他一眼，这家伙是越来越过分了。但碍于司芷渊在场，我没下他的面子。司芷渊惊愕地望着我们，陈露舟，你跟生生，你们……陈露舟在我额上亲了一口，笑得爽朗，兄弟，以后还是不麻烦你了。生生现在是我女朋友，她有我就够了。陈露舟，司芷渊怒吼一声，冲过来就要打人。陈露舟将我护在身后，十分迅速地挡住司芷渊的攻击。之前看在生生的面子才跟着你，还真以为是快算了。他语气嫌弃。司芷渊怒吼，陈露舟，你放开我，生生，要不要我教训他一下，帮你出出气？陈露舟侧过头来看我，我摇摇头，上前平静道，司芷渊，听说明天是你儿子的100日宴，我会送你一份礼物，希望你喜欢。翌日，司母为了给自己孙子庆祝，请了很多人，其中自然包括我的父母，他们本是不想来的，但还是被我劝着过来了。笑话，这大好的日子，有戏当然得一起看。苏婉宁脸色红润地抱着孩子出现，时不时朝我投来得意的目光。我平静地坐在陈露舟旁边，静待好戏开场。不一会，灯光就暗了下来，大屏幕缓缓亮起，放出来的却不是宝宝的照片，而是苏婉宁和那个男人秘密幽会的偷情照。女人脸色惨白，司母颤抖着直接扇了苏婉宁一巴掌。你居然背着我儿子偷腥！我没有，这是假的，合成的。司芷渊面色难看，却还是先劝司母，妈，您先别激动，这应该是合成的，我让人去查。他话未说完，大屏幕上便出现一张诊断书，望着诊断书上自己的名字以及最后那3个字，司芷渊面色煞白，他猛地起身朝我和陈露舟走过来，这些都是你做的。我微微一笑，既没承认也没否认，告诉我那些都是假的，伪造的，对不对？司芷渊低吼出声，你是为了报复我才跟陈露舟在一块儿，那些东西也全是假的。你说……陈露舟将我挡在身后，司芷渊，你又不是没脑子，是真是假自己去查，不就知道了。宴会彻底办不下去，司母直接拖着苏婉宁和那个孩子去医院做了亲子鉴定，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。听说苏婉宁脸都被扇肿了，和那个孩子一起被扔出了司家。小小迫不及待地跟我分享八卦，最可笑的就是司芷渊为了孩子跟你离婚，没想到有毛病的是自己，渣男，活该断子绝孙。滴滴，生生你怎么不说话？我实在没空回复，身上的人根本不给我机会。姐姐，感觉怎么样？陈露舟沙哑着声音，有点性感。这里他碰过吗？我忍着不吱声，最后却被收拾的没办法，只能求饶。靠在陈露舟的胸肌上快要睡着时，我想这腹肌比我点的18个男模都好，姐的日子是真好起来了。